小奶娃认亲回豪门第一天，就被半夜回家的二哥偷出别墅，说是要带他去录制当红的亲子节目。可当哥哥看清小奶娃的脸后，整个人都傻了。你不是我妹妹，你是谁？小奶娃本以为哥哥也会像父母一样偏心假千金，谁知他刚说完自己一出生就被报错的事，对方就爆发出杠铃般的笑声，哈哈。我就知道林曼曼那丑丫头不可能是我妹，就冲你这颜值，我就认定你了。明天跟我去上综艺，800万的报酬都归你。大笑声中，林西西翻了个小白眼。这个二哥怕不是有什么大病，不过他喜欢。第二天一早，林家炸了。就在全家人手忙脚乱寻找林西西时，却在电视上看见了她。只见一个3头身的小团子站在浴室门口，对着刚洗完澡走出来的林毅吹了声口哨。观众们还没来得及看清林顶流的8块腹肌，又被这一幕给笑喷了。哈哈哈！小团子吹口哨的样子简直演我，这就是林总的妹妹吧？家人们谁懂啊？我重温了我老公的儿童时期。林毅脸上刚露出糟了的慌乱表情，林西西就淡定地对着摄像头做起了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林西西，是林间小溪流的那个西西。噗哈哈，笑不活了，这自我介绍也太有创意了吧！弹幕里一片欢乐，可电视机前的林曼曼却笑不出来。二哥上综艺怎么不告诉我，还把姐姐带去了？她委屈地揪着自己的衣角，那可怜模样让林母心疼不已。乖女儿别哭，妈妈这就给你哥和节目组打电话。另一边，节目录制已经进入嘉宾碰头环节，4组嘉宾互相认识后，导演拿出一个签筒，让4个小朋友抽取前往目的地的交通工具。林西西凭实力抽到了据说最差的签，眼看着其他几组嘉宾要么开车，要么骑小电驴，最不济的也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他不禁担忧地盯着自己的小手，暗自纳闷，自己的手气怎么就这么差呢？宿主，你的气运都被林曼曼夺走了，现在运气值是负数，需要通过获取林家人的好感度来提升。系统的声音带着一丝怯懦，在林西西脑海中响起。这时林一见妹妹低着头，还以为她是因为抽到差签委屈哭了，正想上前安慰几句，就见工作人员拉过来一辆黄包车，林毅瞬间睁大了眼睛。林西西却淡定地提起2人的行李，坐上黄包车，朝着林毅喊道：奔跑吧二哥，我的灵魂永远与你同在。林毅只能认命地拉起黄包车，好在他一身肌肉不是白练的，那狂野的拉车架势看得观众乐不可支。呜，心疼我林总，节目组我警告你们，这种名场面多来点。中午12点，林毅才拖着疲惫的身躯最后一个抵达场地，整整跑了2个小时，他累得几乎要瘫在黄包车上。可导演却一脸坏笑地说道：由于你们错过了午饭时间，接下来得通过玩游戏获取食材，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现场瞬间陷入沉默，林毅的脸色尤其难看，弹幕瞬间刷屏。导演，你是想让我们林总原地去世吗？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的折磨他吗？谁不知道林总是出了名的厨房杀手，让他做饭全村人怕是都要吃席。估计明天的新闻标题就是著名演员在某综艺翻车，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在一片幸灾乐祸的弹幕中，游戏正式开始，规则是小朋友蒙上眼睛，手里拿着香蕉投喂对面的家长，看似简单，实则难度不小。谁知导演一声令下，林西西像只灵活的小兔子，嗖的一下就窜到林毅面前，快准狠地把香蕉塞进他嘴里，随后拿起剩下的半根狼吞虎咽起来。天知道他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观众们一时没反应过来，3秒钟后，弹幕里飘出一连串666，哈哈哈哈，这简直是现实版的饿狼传说啊！西妹盯着香蕉的样子，眼睛都快冒绿光了，快给孩子多吃点。另一边，周宇航小朋友差点走到田埂里，赵俊佳小朋友的蛇形走位更是把众人逗得哈哈大笑。最终林西西凭实力赢得了1块五花肉和2颗土豆，其他几组只拿到了些白菜豆腐。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一起做饭一起分享。林毅则被请到了小朋友堆里，没人敢让他进厨房，大家还想好好活着呢。几个大人在厨房忙碌起来，林西西则坐在从导演屁股底下抢来的椅子上，享受着小伙伴们的追捧。西西姐姐，你也太厉害了吧！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的呀？只有10岁的周宇航不服气地哼了一声，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周宇航是新晋小花周雅的弟弟，之前周雅还半开玩笑地说过，希望弟弟能在节目里学会与人相处，改掉那副觉得别人都弱智不配做朋友的臭脾气。林西西瞥了他一眼，淡淡说道：对，可有的人就算靠运气，我还是输了吗？你说什么？有种我们再比一次。周宇航瞬间被激怒，大声喊道。林西西也不惯着他，挑眉回道：你有没有种，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有没有种那可就不好说了。周宇航一时没反应过来这话的深意，林毅却眼疾手快地捂住了林西西的嘴，心里疯狂咆哮：到底是谁教坏了我这么可爱的妹妹？要是让我知道，我非要宰了她不可。弹幕瞬间空白了3秒钟，随后掀起一阵惊天动地的笑声。哈哈哈，西妹这话也太敢说了吧，这是能播的吗？只有我觉得周宇航很没礼貌吗？+1，10岁也不小了，真该好好教育教育。好在这场小风波在美食的香气中平息，4组嘉宾有说有笑地吃起了饭。林西西看着碗里不爱吃的肥肉，果断夹到二哥碗里。二哥多吃点。林毅瞬间被感动到了，他心里暗自感叹：这个妹妹果然比林曼曼可爱多了。林毅好感度增加10点。林西西眼睛一亮，连忙在脑海中问道：系统，二哥现在的好感度是多少？刚好50点，做主可以抽回10%的气运了，立刻抽回。但凡犹豫1秒，都是对气运的不尊重。看着自己目前显示为10的气运值，林西西含泪又干了2碗饭。不过，这也让他获得了一次抽取技能的机会。恭喜宿主获得非人类宠爱技能，简单来说，就是会被除人类以外的动物疯狂亲近。那我能听懂他们说的话吗？得到系统肯定的答复后，林西西的嘴角笑得比 AK 还难压下去。可没过多久，他就
笑不出来了。下午录制时，林曼曼提着行李突然出现在现场，导演尴尬的笑着解释，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林曼曼小朋友将中途加入直播，大家欢迎一下。在场的人都礼貌性的鼓了鼓掌。林曼曼给观众打完招呼后，就乖巧的凑到林毅身边，柔声说道：“二哥，我好想你。”林毅却嫌弃的往后退了退，冷淡的回道：“那可真是太不巧了。”看着林曼曼委屈巴巴的模样，直播间不少妈妈粉心疼坏了。林毅也太双标了吧，对两个妹妹的态度差别也太大了。等等，我怎么觉得她们不是亲兄妹？你们看林曼曼哪里长得像我们林总？眼看网络上就要掀起骂战，林毅却毫不在意。他向来被称为娱乐圈的清流，从来都是我行我素。这时导演拿出一串钥匙让大家挑选住处，林毅大摇大摆的伸手一指：“导演，我们选最里面那栋砖房，这才能配得上我们游戏第1名的身份。”导演嘴角抽了抽，吐槽道：“你一个靠6岁妹妹拿第1的人，有什么可嚣张的？”林西西倒是没意见，她也挺喜欢那栋小房子。可当她眼角余光瞥见不远处的竹林时，突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昏暗的光线下，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正朝着这边靠近，该不会是……滋滋吱，小东西露出了真身，引得众人惊慌尖叫。林曼曼反应最快，紧紧抓住身旁最近的林西西，挡在自己身前，尖叫道：“啊，怎么会有老鼠？快把它们赶走！”闭嘴！林西西冷声呵斥，吓得林曼曼瞬间闭了嘴。其他几位嘉宾也吓得浑身僵硬，现场一片兵荒马乱，唯有林西西抱着膝盖蹲在地上，眼睛直冒光，还时不时点头，那模样活像在吃瓜。围在他周围的老鼠晃着短小的爪子，那姿态颇有种村口八卦老太太的既视感。弹幕瞬间沸腾啊，这怎么感觉有点好玩？我能加入他们吗？楼上的想法很危险，下次不准想了。西妹这是在和老鼠唠嗑吗？那吃瓜的表情，好想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有什么是我们 VIP 不能知道的？快展开说说。蹲在鼠群中的林西西正在激情吃瓜。什么？你说村长老婆和别的男人光着身子打架？我的天，这简直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现场啊！这时导演带着村民急匆匆地赶了过来，正好听见林西西的碎碎念，一个5大3粗的男人当场变了脸色，二话不说就转头朝着村子方向跑去。节目组的其他人以及直播间的观众也都听懵了啊！西妹怎么会懂这些啊？林总快管管你妹妹！卧槽，她怎么还跟上去了？林西西也没想到自己吃瓜居然吃到了正主头上，干脆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跟上了村长。在直播间网友的疯狂催促下，摄像大哥也扛起设备一路狂奔。就见林西西蹲在村长家不远处，手里举着一根树枝，毛毛躁躁的探头张望，肩膀上还站着一只小白鼠，一人一鼠都伸长脖子围观。笑死我了！有没有人告诉西妹，这样根本藏不住人啊？还没等弹幕里的笑声平息，突然传来咣当一声踹门声，紧接着就是男人的怒吼和女人的惨叫：“我打死你这臭女人！还有你们这群混蛋！快看，有人出来了，一个两个，我的妈呀，居然有5个男人，这也太炸裂了吧，比我家猫都能玩！”直到这时，林毅才呼哧带喘的跑过来，一把将妹妹搬离了这少儿不宜的现场。好在经过这一场小插曲，林家3兄妹终于顺利住进了木屋别墅。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晚饭谁来做？厨房杀手林毅心虚的开口，林曼曼却撇过头傲娇的说道：“我在家里可从来不用做这些事。”话音刚落，就见林西西走进厨房，扫视一圈后，熟练的淘米下锅，接着将仅有的一颗白菜洗净切丝，小小的身影在厨房里忙碌着，看得林毅一阵发愣。这个刚找回来的妹妹明明比林曼曼大，看起来却比林曼曼还要瘦小，他不敢想象林西西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林毅思索片刻，避开镜头，找到导演，拿回手机，给经纪人打了个电话，让他去调查一些事情。挂了电话后，他若无其事的回到镜头前，看向林西西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柔和。随着饭菜出锅，系统的播报声让林西西愣了一下。二哥的好感度怎么突然满100了？他看了眼正积极过来端菜的二哥，嘴角扬起一抹浅浅的笑意。这样一来，他又能抽取一次气运了。在系统的操作下，被夺走的气运重新回到林西西体内，他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林曼曼却有了反应。就在气运从他身上剥离的瞬间，林曼曼被白菜哽咽到，憋得眼眶都红了。他委屈巴巴地看向二哥，想要求得安慰，可林毅正忙着给林西西夹菜，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他。林曼曼心里极度的发疯，为什么二哥从来没有对我这么温柔过？正在吃饭的3人还不知道，林西西和老鼠无障碍唠嗑的视频已经在网上爆火，导致节目在没有购买热度的情况下，直接冲上了热搜第3。导演看着手机上的热搜词条，抱着保温杯笑得合不拢嘴，他这是捡到宝了。就算有人骂节目组炒剧本搞噱头，那也是实打实的热度啊。木屋别墅里的林西西住得还算舒服，可抽到茅草屋的周雅姐弟就没这么幸运。熊孩子周宇航死活不肯进屋，嫌弃的喊道：“这破地方，连家里的狗窝都不如。”周雅却冷着脸避开镜头走进屋，冷冷说道：“爱睡不睡，别以为我还会像家里那样迁就你。”周宇航本以为周雅会来求自己，结果等到的却是周雅均匀的呼吸声，他面色难堪，最后也只能磨磨蹭蹭的走进了茅草屋。第二天一大早，林西西是被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叫醒的，一只狸花猫趴在她怀里，发出舒服的咕噜声。姐姐，快摸摸我！趴在床头的小白鼠立刻不乐意了，气呼呼的喊道：“臭猫，你要不要脸？明明是我先跟姐姐好的。”狸花猫瞬间炸毛，你再说一遍，信不信老子让你今天就结束鼠生？就在林西西想办法给一猫一鼠劝架时，林毅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一脸不情愿的林曼曼。西西，你昨天做了一天任务，今天就在屋里休息吧，哥去帮你做任务，换好吃的回来。林西西也觉得节目组安排的任务挺幼稚，便接受了哥哥的好意。可林毅带着林曼曼刚走，林西西就也出了门。摄像大哥在导演的指示下紧紧跟在后面。现在的林西西可是流量密码，不少观众都是冲着他来的。果然，弹幕里很快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林西西不去做任务，到处乱跑干什么？其他人都在种水稻，他也不去帮忙，真是让人恶心。楼上的嘴巴放干净点，没看出来我们西妹是想去抓鱼吗？就见林西西来到一条小河边，挽起裤脚，聚精会神地盯着河水。弹
弹幕里又开始出现嘲讽的声音。哎呦，别逗了，抓鱼哪有那么简单？小心别摔个狗啃泥。然而下一秒，网友们就被光速打脸，一群鱼呼啦啦的涌到林西西脚下，那场面就像有人在锦鲤池里投了食一样壮观。姐姐选我，选我，我的肉质可鲜嫩了。旁边的鱼一把撞开他，姐姐别听他的，他在装嫩，选我吧，我清蒸红烧都好吃。林西西脚步一顿，活了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觉得鱼这么吵。最后他挑了2条体型肥硕的鱼，耳边传来其他鱼的哭声。早知道我就多吃点了，这样姐姐就会选我了。姐姐，今天你吃它们，明天来吃我吧，我等你。其他鱼一听，顿时急了，你太狡猾了！大家一起揍他。那条被打的鱼翻着肚皮，还挣扎着往林西西身边靠。姐姐，他们这是嫉妒我，明天你一定要选我啊！最终，林西西在弹幕的震惊目光中，提着2条大鱼离开了河边。不是，刚才发生了什么？一个小孩子抓鱼这么利落就算了，怎么还抓出选妃的感觉了？我怎么觉得西妹像个不归家的浪子？那群鱼是眼巴巴等着他回家的媳妇啊！中午时分，累得像条狗的林毅2手空空的回到家，身后跟着一身泥巴的林曼曼。他本来是来出风头的，可不是来下田干活的。一想到林西西能在家里舒舒服服的躺着，他就气得想咬人。西西，对不起，我没有带吃的回来。林毅垂头丧气的，觉得自己这个二哥当的真失败。不行，就算厚着脸皮去村民家里要，也不能让妹妹挨饿。见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扭头就要走。林西西鼓着小脸，敲了敲饭锅。不吃饭，你准备去哪啊？林毅一脸懵的被林西西拉到饭桌前，直到他递过来一碗饭，他才回过神来，惊讶的问道：我操，你这鱼是从哪儿来的？林曼曼也很自觉地坐上了桌，紧紧盯着盘子里的鱼汤，故作惊讶地说道：好香啊，林西西，这鱼是从哪弄来的？该不会是偷的吧？姐姐，偷鱼可不是什么好行为，你赶紧去跟农民伯伯道歉，我会帮你求情的。弹幕里的观众都惊呆了，不是，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孩子怎么这么茶里茶气的？你闭嘴！林毅狠狠瞪向林曼曼。二哥，做错事不应该道歉吗？难道你要包庇姐姐？林曼曼摆出一副你们都好无情、好无耻、好无理取闹的表情。你觉得这鱼是我偷的是吧？那正好，你别吃了。林西西直接端走了林曼曼面前的饭，还把盘子里的鱼都捞到自己面前，少一个人吃，他就能多吃点，想想都美滋滋。林曼曼没想到林西西会这么做，他也没说不吃啊。闻着鱼汤的香气，他委屈的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见状，直播间不少大聪明又把矛头指向了林西西。不就是说了几句话吗？误会解释清楚就好了。他倒好，直接不让人吃饭，怎么这么恶毒？林毅这当哥的也不管管。不过也有明辨是非的网友站出来反驳：你们家住海边吗？管的也太宽了吧？有的人啊，胃就是好，什么品种的茶都能喝下去。见林曼曼哭着跑了出去，林毅半点要追的意思都没有，反正饿一顿也死不了。等他听完林西西的解释，更是松了一口气，立刻加入了愉快的干饭队伍，连那只狸花猫都分到了2条鱼尾巴。屋外，不想和傻叉弟弟待在一起的周雅出门溜达，正好看见林曼曼一个人坐在路边哭。听完林曼曼添油加醋的叙述后，周雅心里立刻有了想法，这可是拉踩林毅的好机会。他拉着林曼曼就去找导演，摆出一副打抱不平的模样。听完林曼曼的哭诉，导演皱着眉让人去叫村民。很快，几人来到了林西西的住处。此时兄妹俩刚吃饱喝足，正在院子里葛优瘫。导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说，林西西挑了挑眉，看向躲在人群里的林曼曼，淡定的说道：没错，这些鱼都是我亲手抓的。你看他都承认了，这种小偷一定要严惩，我帮你们报警吧。周雅立刻跳出来煽风点火，和导演一起来的看守鱼塘的大爷却没理会他，而是和善的看向林西西问道：闺女，你是在哪儿抓的鱼啊？他心里清楚，村里的鱼塘可没有这么大的鱼。我在后山脚下的河里抓的，如果损害了你们的利益，我二哥会赔偿的。林西西说道。林毅在一旁连忙点头附和。就算是在河里抓的，那也……周雅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反驳的话。大爷瞥了周雅一眼，冷冷说道：山脚下的河不属于村里公滩，你们要是有本事，也可以去抓。周雅被噎得脸色铁青，她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同时也恨上了没搞清状况就乱开枪的林曼曼。林曼曼也同样咬牙切齿，可脸上还是摆出委屈的表情。是我误会姐姐了，我没想到姐姐这么厉害，能一个人抓2条这么大的鱼。林西西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又来了，这小绿茶又开始泡茶了。自己凭本事从系统那里抽到的大力水手技能，难道还要跟你这个小绿茶汇报？直播间里倒是有不少心软的观众。这也不能怪曼曼，谁让林西西不解释清楚呢？就是啊，林西西是姐姐，不应该让着妹妹吗？干嘛这么咄咄逼人？小黑子劝你善良点，谁规定姐姐就一定要让着妹妹？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凭什么要让？林曼曼一顿茶言茶语，结果没一个人理会她，大家该干嘛干嘛，连周雅都气呼呼的扭头走了。一群贱人，你们都给我等着！林曼曼气得一跺脚，突然感觉鞋子湿了，低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狸花猫滋了她一鞋，然后傲娇的踩着猫步离开了。该死的猫！林曼曼气得跳脚，一旁的林西西正看得乐呵，突然感觉到一道让她很不舒服的视线，她扭头看过去，就见院子外站着一个吊儿郎当的男人，一双贼眼正往院子里瞟，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林毅赶紧把2个妹妹护在身后，那个男人看了看比自己高一头的林毅，又看了看院子里的直播设备，没说什么就转身走了。下午的节目中，导演继续不做人，安排林毅去帮村里的养鸡专业户干活。
堂堂顶流巨星就这样扫了一下午的鸡屎，林西西也收获了一个臭烘烘的二哥，连吃饭都不肯跟他坐在一桌。晚上休息时，林西西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的，自己搂着狸花猫和小白鼠呼呼大睡。这天夜里没有月亮，四周一片漆黑，狸花猫突然猛地睁开树瞳，紧紧盯着窗外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他眼睁睁地看着一道小管子从窗缝里伸进来，正好奇地凑过去，就被一股烟雾喷在脸上，瞬间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等到天色渐亮，林毅打着哈欠去叫林西西起床，敲了半天门，里面都没有一点回应。不应该啊，西西从来不会赖床的。他试探性地推了推门，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门居然开了，床上空空如也。喵！一双猫爪子扒住了林毅的裤脚，顺着猫的动作看去，林毅顿时瞳孔地震，窗户被破坏了，窗台和墙上还有脚印，西西被人掳走了。林毅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闻讯赶来的导演也大惊失色，连忙说道：“快把直播关掉，然后报警，我去找村民帮忙找人。”然而开头的这一幕已经被网友看到，消息在网络上迅速发酵，来了小萌宝，节目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节目组是干什么吃的？嘉宾都能被人掳走，要是西妹出了什么意外，节目组就等着吃官司吧。林曼曼听到林西西不见的消息，表面上一脸焦急，心里却暗暗幸灾乐祸。林西西啊，林西西，你还真是遭人恨呢，最好一辈子都别回来，属于我的东西，你一样都别想夺走。林西西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时，脑袋还有些昏沉，周围的环境很陌生，看起来像是一个山洞，但又有明显的居住痕迹。系统，现在是什么情况？做主，你被绑架了。系统焦急地在林西西的脑海中上蹿下跳。昨天夜里，我眼睁睁地看着你被人用迷药弄晕绑走，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林西西倒是没怎么慌乱，冷静地问道：“那我现在在哪里？”他得先确定自己的位置，才能做出下一步判断。说着，他手腕一用力，绑住双手的绳子瞬间寸寸断裂。你在桃花村东边的山上，这附近猛禽比较多，所以村民很少来这里。绑架你的那个男人人品很差，这里是他的一个落脚点，他估计很快就回来了，我们赶紧跑路吧。系统焦急地催促道。可林西西在听到这里有猛禽时，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跑什么跑？这不正好是我的乐园吗？就在这时，一只灰色的小松鼠率先探出头来，怯生生地说道：“姐姐，你身上好伤啊！”紧接着陆续有动物聚集过来，不管是吃素的还是吃肉的，都和平相处，场面十分和谐。姐姐吃香蕉。一只猴子双手捧着香蕉，恭敬地递到林西西面前。香蕉有什么好吃的？姐姐来吃兔兔。一只大灰狼叼着一只小白兔走了过来，小白兔一脸懵逼，在心里暗骂：心机狼，居然用我来讨好小姐姐。动物们争着把自己最爱的食物拿出来，你推我挤，谁也不肯让谁。林西西边吃水果边听着动物们唠嗑，就在这一片和谐的氛围中，她突然神情一凛：什么？你说附近还有个地窖，里面关了很多孩子？咔嚓一声，林西西捏断了手边的树枝，全身都散发出冰冷的气息。林氏集团总裁办公室里，林宇盯着林西西被掳走的新闻，半张脸隐没在黑暗中，周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半晌，他拨通了助理的电话，冷冷说道：“派一辆车过来，我现在要去桃花村。”桃花村里，警察已经在全面展开调查和搜寻工作。林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愤怒、懊悔等各种情绪在他心头盘旋。林曼曼故作伤心，挤出2滴鳄鱼眼泪，哽咽着说道：“都是我的错，我昨天应该和姐姐一起睡的。”周宇航被林曼曼这副娇弱自责的模样打动，走上前轻轻抱了抱她，安慰道：“这不是你的错，要是你昨天和林西西一起睡，说不定只会多一个人失踪而已。”林曼曼捂着脸低声抽泣，心里却嫌弃到了极点。死直男，不会安慰人就闭嘴。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林毅惊喜地接起电话：“是西西找到了吗？”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林毅脸上的喜悦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大哥林宇。得知林宇要过来，林毅并没有感到多少喜悦，他心里清楚，大哥过来肯定不是为了找林西西，而是要把林曼曼带走。从小到大，全家人都无比宠溺林曼曼，只要林曼曼一哭，不管对错，连他这个和大哥最不亲近的弟弟都要挨骂。这也导致他长大后就很少回家，现在要和大哥见面，他心里依然有些发怵。此时村外的山林里，林西西骑着一只老虎飞快地穿梭，老虎欢快地说道：“姐姐就在前面了，就是那里。”感受着林西西在自己背上抚摸的手，老虎开心的差点原地打滚。这么多动物，姐姐唯独选择骑自己，自己果然是姐姐最心爱的宠物。很快，林西西从老虎背上跳下来，扒开一堆遮挡物。这个地方果然非常隐蔽，如果不是老虎带她来，她根本不会发现这里有个地窖。仔细听，还能听到地窖里传来微弱的哭泣声。她握住铁锁，轻轻一把，轰隆一声，铁锁直接被拽断了。打开地窖的木门，林西西朝里面喊了一声：“还有活着的吗？”地窖里的10几个小孩眼神空洞，他们已经不记得在这里待了多久，只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被卖掉。他们曾经想过逃跑，可每次都会被抓回来。这段时间，陆陆续续有6个小伙伴被带走，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就在他们已经彻底丧失反抗念头的时候，头顶突然射下来一束光。林西西见没人回应，干脆纵身一跃跳进地窖，刺鼻的臭味差点让他吐出来。他憋住呼吸，仔细打量着里面的情况。10几个小孩蜷缩在一起，懵懂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别怕，我是来救你们的。林西西伸出手，骗人的吧？孩子们惊恐地盯着眼前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小豆丁，一个小孩怎么可能救我们出去？他肯定是和坏人一伙的。见孩子们一个个都充满警惕，林西西只能露一手，朝外面喊了一声：“大虎！”蹲在洞口的老虎立刻嗷地叫了一声，吓得一群孩子浑身发抖。别怕，大虎是我请来的外援。在林西西的再三保证下，终于有孩子陆陆续续地走了出来。他赶紧领着孩子们往外走，再待下去，他真的要被臭死了。孩子们一出来，看到趴在外面的老虎，都吓得一哆嗦。别怕，
大虎不咬人的，你们看。林西西伸手用力撸着老虎的毛，孩子们见状也好奇的试探着摸了上去。老虎咬着后槽牙趴在地上。算了，看在小姐姐的面子上，暂时不和这些小两脚兽计较。林西西趁机数了数人数，13个女孩，6个男孩。杀千刀的人贩子，要是让我遇到，非得先暴打一顿，再送他去吃牢饭。不过小朋友们都在长身体，可不能饿着肚子回去。他很快叫来动物们，让他们送些吃的过来，看得一群孩子目瞪口呆。西西好厉害啊！西西就是森林公主，她能指挥各种动物，也太酷了吧！小朋友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老虎见林西西一直在和小两脚兽聊天，心里有些发酸，伸过大脑袋使劲蹭着林西西。突然他抬头看向一个方向，瞬间散发出百兽之王的威严。这时负责勘察的猴子也抓着藤条荡了过来，着急地说道：有人来了！桃花村里，林毅看着西装革履的大哥迎面走来，心情更加糟糕。林曼曼却欢快地扑进林宇怀里，两人说了好一会儿话，林宇才神情严肃地看向林毅说道：林西西，我已经派人去找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看着大哥脸上没有丝毫着急担心的模样，林毅握紧了拳头，语气坚定地说道：西西是被报错的，她才是我们的亲妹妹，不是什么阿猫阿狗。林宇的眼神瞬间冷冽了几分，冷哼道：才相处多久，林西西的手段倒是挺厉害，居然让你有胆子反抗我了。森林中的林西西突然听到系统播报，林宇的好感度-5。他歪了歪头，疑惑地想：我干什么了？他怎么又加好感度了？不过他的注意力很快被拉回眼前，小朋友们已经提前躲了起来，免得被误伤。几个贩子提着饭盒走了过来，其中一个人说道：今天的伙食不错，让他们吃饱点，也好卖个好价钱。话音未落，他们就看到一个小孩坐在老虎身上，正气势汹汹地瞪着他们。大哥，这孩子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啊？为首的男人盯着林西西的长相，咬了咬牙，这孩子比他们之前拐来的所有小孩都好看，要是能抓住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他们以后就能吃香的喝辣的。拼了！在金钱的诱惑下，老虎带来的恐惧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看着眼前几人贪婪的表情，林西西只觉得一阵恶心，冷冷说道：人长得丑，想法倒是挺美，给你们一次机会，坦白从宽，我只打残你们，要是敢反抗，就别怪我不留全尸。林西西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几个贩子愣了愣，才反应过来自己被一个小孩骂了。他们正想抽出随身携带的棍子围上来，却见林西西拍了拍老虎的头，利落翻身跳了下来，说道：你先在这等着，等我叫你再上。好的，姐姐。老虎乖巧的像只小猫咪，几人见老虎没有要帮忙的意思，顿时觉得自己又醒了。其中一个人嚣张的说道：小丫头片子，叔叔让你一拳怎么样？结果下一秒，这个人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硬生生撞断了一棵树才停下来。他趴在地上狂吐鲜血，再也起不来了。就听林西西轻飘飘的开口：哎呀，不小心把力气用大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们相信吗？对上林西西和善的眼神，剩下的几人早就吓得腿软了。一只猴子很有眼力见的找来绳子，把他们绑成了一串。另一边，绑架林西西的那个男人回到山洞，发现人不见了，气得火冒三丈。他气急败坏地冲出山林，刚跑没几步，就听到砰的一声，好像是树倒下去的声音。紧接着他就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同伙，不对劲，不管发生什么事，先跑再说。他一转身就和一只灰狼面对面，吓得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灰狼也被他吓了一跳，他本来在附近巡查，保护姐姐和那群小两脚兽的安全，结果发现这个两脚兽鬼鬼祟祟的，刚想靠近看看他在干什么，没想到这人突然转过头，差点和自己亲上。总结：这人肯定有病，还想非礼本狼。灰狼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嘴里骂骂咧咧的走开了。这个人我认识。林西西看向被灰狼拖过来的男人，肯定的说道：就是他把我绑上山的。动物们一听，这两脚兽居然敢绑架他们心爱的小姐姐，顿时全都义愤填膺，纷纷围了上去，吐口水的吐口水，撒尿的撒尿，场面十分壮观，看得一旁的小朋友们目瞪口呆，然后满意的笑了笑，蹦蹦跳跳的去找林西西贴了。一直贴在林西西身边的老虎立刻注意到了小兔子，他后腿一蹬，直接把小兔子踹飞出去，远远的落在100米之外。林西西疑惑的看了过来，老虎心虚的撇过头，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伸了个懒腰而已。就在这时，林西西仿佛感应到了什么，猛然抬头，就见不少人正从林子的一侧走过来，为首的正是林毅。他赶紧和小动物们打了个招呼，毛茸茸们依依不舍的散去，只有大虎说什么也不肯走。林毅看着坐在老虎背上的林西西，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眼神中没有丝毫责怪和震惊，只有满满的宠溺。跟上来的警察却警惕的举起了枪，这是怎么回事？几个男人被绑在一边，还有2个倒在地上不知死活，旁边还有10几个衣服脏乱、看起来饿了很久的小孩。为首的队长心里有了些许猜测，但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了解清楚情况后，坏人和孩子们都被带回了警察局，该审讯的审讯，该判刑的判刑，该找家人的找家人。当然，林西西提供的情况里掺了多少水分，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事情尘埃落定后，林西西回到了节目组，第一时间向广大网友报平安，弹幕里清一色都是恭喜西西平安归来的留言。导演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林西西没出事，综艺总算是保住了，还收获了一波破天的流量，简直是皆大欢喜。只有一个人不高兴，那就是林曼曼。他盯着万众瞩目的林西西，眼神中充满了嫉妒和怨恨。林宇本来是想带林曼曼走的，可在林曼曼的软磨硬泡下，最终同意让他留下来，不过还是硬塞了好几个保镖给他。至于林西西，林宇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问。林毅再一次感受到了大哥的薄情，他实在不明白，明明西西才是林家的亲生女儿，大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林西西倒是没什么感觉，他跑了一天，现在只想好好吃饭，干饭最重要。节目组为了庆祝林西西平安归来，宣布今天的任务取消，导演自掏腰包点了外卖，林毅也出资加了不少菜，还邀请了今天帮忙的村民，啤酒、大龙虾、海鲜、小烧烤，足足摆了10几桌，直播设备用支架架着，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
唠嗑，热闹极了。林毅没吃多少东西，一直在给林西西剥虾。林西西嘴里塞得满满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大声说道：“二哥是全世界最好的哥哥，我最喜欢二哥了。”这句话他是发自内心的。林毅听了，简直像打了鸡血一样，剥虾的手都快擦出火星子了，力求赶上妹妹吃虾的速度。弹幕里一片欢乐，笑不活了，西妹也太会了吧！一句话就让哥哥心甘情愿干活，谁能想到我们狂拽酷炫的林总，居然在妹控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理解林毅，加入林毅，成为林毅。看饿了，不行，我得赶紧点个外卖。节目组和观众们都其乐融融，只有林曼曼坐在一旁，看着林毅和林西西互动，极度的发疯，连嘴里的饭菜都变了味。第二天早上5点，被节目组叫醒的林西西，怨气几乎要实体化。导演躲着林西西的目光，尴尬的解释道：“那个昨天不是已经放过假了吗？所以今天的任务就比较重要。今天是桃花村赶集的日子，需要你们一大早过去。”看完任务卡，林毅不满地看向导演，吐槽道：“让我们自己找东西去集市上卖，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是的，不能请外援，也不能直接拿村民的东西，能弄到什么，就全看你们自己的实力了。导演说完就火速开溜，他怕被嘉宾们群殴。嘉宾们面面相觑，云红青率先提出想法。要不我们去山上看看有没有野菜可以挖，这倒是个办法。可我不认识野菜，你们认识吗？赵景怀看向其他人，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沉默。得了，看来大家都不认识。林西西倒是认识野菜，可她实在太困了，直接趴在林毅背上睡起了回笼觉。林曼曼也困得眼皮子打架，却还得强撑着听他们讨论，心里烦躁极了。她伸出小手拉了拉林毅的衣角，撒娇道：“二哥，我好困啊。”林毅看了他一眼，冷淡地说道：“困了就回去睡觉，跟我说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床。”林曼曼被噎得说不出话，她看向趴在林毅背上睡得直流口水的林西西，心里把林毅骂了千百遍，眼眶却瞬间红了，委屈地说道：“可是姐姐她……曼曼明白了，姐姐很累，需要休息，没事，曼曼可以坚持。”这坚强懂事的人设，立马收获了一堆圣母粉的好感。曼曼宝贝也太可怜了吧，林西西是姐姐，怎么就不知道让着点妹妹呢？林毅也太过分了，就不知道把林曼曼放下来，让曼曼休息一会儿吗？好在林毅的粉丝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反驳道：“楼上的在狗叫什么？我们哥哥哪里说错了？而且你们别忘了，西妹也只比林曼曼大几天，他们可是同岁。”一群嘉宾讨论了半天，也没商量出个结果，只能各自行动。林西西睡饱后，一睁眼就发现自己躺在阴凉的树下，二哥正在不远处刨土，林曼曼不知道去了哪里。你这是提前找好了风水宝地，准备100年后葬身于此啊！林西西调侃道。林毅头也没回说道：“这是我给你找的。”弹幕瞬间笑翻了，哈哈哈！这兄妹俩的相处模式也太快乐了吧，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林西西凑了过来，看着林毅刨出来的脑袋大小的坑，疑惑地问道：“你这是在挖陷阱啊？”林毅点了点头，真聪明，不愧是我妹妹。林西西都无语了，在这种前不着草丛后没有遮挡物的地方挖陷阱，也就只有他这脑子有坑的二哥能想出来。哥，别挖了，我带你直接起飞。说着，他伸手拉起了林毅。林毅只觉得耳边一阵风响，没一会儿，两人就来到了一条河边，正是林西西上次捞鱼的地方。林西西挑了挑眉，喊道：“面对疾风吧！”他就那么往河里一站，鱼群闻着味，就像开着超跑一样疾驰而来。林毅瞳孔地震，他看到了什么？一群鱼居然在争宠。姐姐姐姐，我来了，这次一定要选我啊！姐姐别选他，他可花心了。昨天还刚欺负了隔壁的小花。没错没错，他简直拉低了我们鱼界的档次。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姐姐，我跟你说，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几天前把小白的肚子搞大了，转身就和小白的姐妹好上了。牛逼克拉斯，你们鱼界居然还出渣鱼啊！林西西边听瓜边抓鱼，挑了几条肥美的，然后往山脚下一站，吹了一声口哨。2分钟后，10几只兔子狂奔而来，有的还拖家带口，不过太小的兔子都被他打发回去了。直到两人在集市上摆开摊位，林毅还有点没回过神来，他就是跟着妹妹转了2圈，然后随便找了个位置坐在集市上，怎么就成了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了？其他嘉宾还在苦哈哈的用劳动力换一点果蔬来卖，他们却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林曼曼就是出卖劳动力的一员，她凭着会撒娇，还多换了一些果蔬。她开心的提着一篮子野菜，在集市的一个角落找到了林毅，献宝似的说道：“二哥，这是我用劳动力换来的菜。”林毅只是哦了一声，然后继续忙着给顾客捆野兔。他们从一开始生意就好的不行，收钱都忙不过来。林曼曼还在期待林毅的夸奖，可直到野兔和鱼都卖光了，林毅也没再跟他说一句话，他的表情绷不住了。几天来积压的怨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冲着林毅喊道：“二哥，你为什么从小到大都一直讨厌我？林西西一来，你的眼里就全是他。”林毅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冷冷说道：“你3岁的时候往我水杯里放安眠药，4岁的时候在我床上撒图钉，这些事情还需要我一一说出来吗？”林曼曼被林毅冷漠的眼神吓得后退了一步，脸色苍白，慌忙辩解道：“我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做过这些事。”你有没有做过？你自己心里清楚。林毅懒得再和他掰扯，弹幕顿时掀起一片惊呼：怎么会有人小小年纪就这么歹毒啊？这会不会是误会啊？几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懂这些？有些人的坏是天生的，年纪小不是为所欲为的借口。另一边，林西西开心的数完了今天的收入，兴奋的喊道：“哇，一共680块，真是大丰收啊！”林毅给了他一个干得漂亮的眼神，两人当即开启了逛吃模式。他们从街头逛到街尾，很快遇到了其他3组嘉宾。那3组人蹲在集市上大半天，一点东西都没卖出去，又晒又饿，看着眼前像暴发户一样的林
林西西兄妹，满脸都是羡慕。4岁的云燕宁摸了摸肚子，看向哥哥云红清，委屈的说道：“哥哥，我好饿。”云红清有些尴尬，正想开口说些什么，就见林西西走了过来，把一份炒面塞到云燕宁怀里，又给7岁的赵俊佳塞了一份炒河粉，说道：“吃吧，小孩子可不能饿着。”2个小朋友看向自家大人，得到同意后，立刻向林西西道谢，然后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弹幕里一片夸赞啊，西妹也太贴心了吧，怪不得她刚才明明已经吃饱了，还要再外带2份，估计是想到其他小朋友会饿肚子。某些骂我们西妹的小黑子，现在脸疼不疼？周宇航见其他人都有吃的，就自己没有，当即不满的质问道：“为什么不给我吃的？”林西西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反问道：“我为什么要给你吃的？我是你爹还是你妈？那你为什么给他们吃的？”周宇航指着正在吃饭的云燕宁和赵俊佳，不服气的问道：“我乐意。”林西西懒得跟他废话，林西西一组毫无疑问的成为了本次任务的第1名。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林西西俨然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他骑着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山羊，威风十足的在前面溜达，后面跟着一群小屁孩，其中就有赵俊佳和云燕宁。公主你慢点，身为御前侍卫的我只有2条腿，跟不上公主的汗血宝马。哦，赵俊佳十分入戏的在后面吆喝着。老父亲赵景怀嗑着瓜子，看着自家傻儿子，表情有些一言难尽。直播间的网友都看乐了，哈哈哈，笑不活了。赵俊佳小朋友，你正常一点，景怀哥都开始嫌弃你了。不是我说，林西西也太自私了吧，一个人骑山羊，让一群小朋友在后面追，楼上的你在说什么屁话？山羊就只有1只，而且那也是西妹凭本事骑到的。等到大家看清楚林西西身后的队伍，更是惊呆了。就见林西西一马当先，身后跟着一群动物，场面十分壮观。公主回来了，公主带着坐骑回来了。赵俊佳身为林西西的第1御前侍卫，站在最前面，兴奋的摆手欢呼。山羊停在一群孩子面前，林西西小手一挥喊道：“众将士上马，本公主带你们征战江山。”一群孩子立刻欢呼起来，然后各自挑选了自己喜欢的动物骑了上去。周雅的表情瞬间僵住了，就连旁边正在闲聊的其他嘉宾也都看呆了，他们竟然也有点想加入，这是怎么回事？不止他们，直播间的观众也馋了啊！公主殿下，我是你遗落在外的带刀侍卫啊，你还记得奴婢这个1等丫鬟吗？欢呼声中，林西西驰骋在前，身后是紧紧抱着梅花鹿脖子的赵俊佳。仔细看还能发现，梅花鹿一脸嫌弃，在心里吐槽：要不是给姐姐面子，我早就一脚把这个小两脚兽踹飞出去了。4岁的云燕宁激动地趴在野猪背上喊道：“皮皮猪，冲啊！”撞飞前面那群碍眼的家伙。野猪喷了喷气，兴奋地喊道：“吼吼，我正有此意！”一人一猪横冲直撞，成功挤开其他动物，来到林西西身边说道：“公主殿下，微臣前来护驾。”林毅看得目瞪口呆，他看向云红清和赵景怀，疑惑地问道：“你们家的孩子路子都这么野的吗？”云红清无脸无奈地说：“他以前真的不这样。”赵景怀表情麻木说道：“自从遇见林西西以后，一切就都变了。”2人直勾勾地盯着林毅，林毅心虚地偏过头辩解道：“看我干什么？又不是我带歪的。”孩子们从村子的空旷地跑到后山脚下，直到各自的家长来叫他们回家吃饭，才依依不舍地散去。林西西眺望着山头，突然想吃麻辣兔头了。他看向赵俊佳问道：“我记得你爸爸的厨艺很好，他会做麻辣兔头吗？”“对，公主殿下，只要你想吃，我家厨子什么都会做。”赵俊佳眼神真诚，要是他那影帝老爸听见这话，估计得好好考虑一下这儿子还要不要。很快，3个孩子每人手提2只兔子，回到了节目组的院子里。老爸，快去做饭，公主殿下要吃全兔宴。赵俊佳高兴地把兔子塞到老父亲怀里，然后跑去搬椅子，让林西西坐下。云燕宁也机灵地凑到林西西身边，给他捏起了肩膀。赵景怀看了看自家没出息的傻儿子，拳头握紧了又松开，最后还是提着兔子往厨房走去。赵大厨大显身手，6只兔子被做的色香味俱全，连隔壁的小孩都馋哭了。周宇航嘴里啃着白菜帮子，心情差到了极点。他姐姐周雅做饭的味道很一般，只能说是能吃。这时候闻到隔壁飘来的饭菜香味，他顿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对着周雅喊道：“太难吃了，你去隔壁拿点吃的过来。”周雅脸色难看，可在镜头前又不好发作，只能厚着脸皮往隔壁走去，说道：“景怀哥，能不能分我们一点兔肉？我吃不吃没关系，但我弟弟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赵景怀倒觉得没什么，可兔子是林西西带来的，他说道：“我做不了这个主，能做主的人在那里。”周雅顺着赵景怀的视线看去，只见林西西懒洋洋地趴在桌上发呆，怎么又是他？没办法，周雅只能摆出一副小心翼翼的姿态，走到林西西面前，柔声说道：“西西妹妹，我弟弟已经好几天没吃肉了，他身体不好，很需要吃肉补充营养。你们有这么多肉，能不能分我们一点？我会很感激你的。”林西西想也不想就拒绝了：“不给，分你一点，我就要少吃一口，我才不稀罕你的感激。”想跟他玩道德绑架，那他就没有道德给对方看。消失了好一会儿的林曼曼这时也冒了出来，假惺惺地说道：“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雅姐只是关心她弟弟而已，大不了把我的那份分给他一半，我少吃一点没关系的。”林西西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反问道：“你的脸皮得有多厚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兔肉有你的份了？”林曼曼被气得一个趔趄，心里后悔极了，早知道就不帮周雅说话了。现在好了，连他自己也没得吃了。周雅气得脸色涨红，对着林西西吼道：“林西西，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就不怕给你哥哥丢人吗？”我妹妹怎么丢人了？打完电话回来的林毅双手插兜走过来，眼神冰冷锐利。周雅脸色一白，慌忙解释道：“不是的，林毅哥，我只是在教西西妹妹做人的道理。”你算什么东西？我这个做哥哥的还没死，轮不到你对我妹妹指手画脚。林毅一步步逼近，身上的强大气场让周雅脸色苍白。一旁的林曼曼也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二哥，实在太可怕了。闲杂人等都退散，林毅把周雅和林曼曼赶走后，才看向林西
西西认真的说道。下次再遇到这种事儿，就跟我说我是你哥，有事儿本来就该我来处理。林西西愣愣的看着林毅郑重的表情，1分钟后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说道：“好的哥。”直播间此时已经炸开了锅。周雅只是为了弟弟而已，林毅有必要对一个女孩子这么凶吗？林西西也太恶毒了，居然不让曼曼吃饭。楼上的眼睛要是不用，可以捐给需要的人。西妹什么时候说不让林曼曼吃饭了？只是兔肉没有她的份而已。谁让她拿别人的劳动成果做人情？没东西吃，活该。饭菜端上桌，林西西眼睛都亮了。赵叔叔的手艺也太好了吧！几个小孩子立刻开启了干饭模式。林曼曼坐在一旁，吃着碗里的白菜，看着林西西大口吃肉，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又到了选房大作战的时间，节目组又开始搞事情。本次的任务是蒙眼猜物，嘉宾需要蒙着眼睛去摸箱子里的东西，然后描述出来，让小朋友猜是什么。林毅想到林西西的本事，信心满满的第一个把手伸进箱子里，可刚碰到箱子里冰冰凉凉的东西，就吓得一蹦3尺高，惊呼道：“我操，什么鬼东西！”与此同时，林西西也听到了一条蛇气急败坏的声音：“混蛋，你不可以碰那里，你要对人家负责。”哦吼，二哥这是干什么了？感觉好刺激啊！林西西忍不住一巴掌拍在林毅的腰上，刚想说一句二哥别闹，没成想下一秒林毅直接倒在了地上，鼻血瞬间流了一脸。林西西暗叫一声不好，她忘了自己现在力气变大了很多。众人赶紧围了上来，七手八脚的把林毅送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肋骨断了2根。终于逮到机会的林曼曼立刻跳了出来，对着林西西指责道：“姐姐，二哥平时最宠你了，就算你心里对二哥有不满，也不能这么对他啊！”闭嘴！林西西没心情听他泡茶，冷冷说道：“再多说一句，我不介意也送你进医院。”林曼曼被他的气势吓得瞬间闭了嘴，就他那小身板，林西西一巴掌下去，估计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林毅被转到了普通病房。林西西看着脸色不太好的哥哥，愧疚感爬上眉梢，小声说道：“哥，对不起。”一只大手轻轻放在了他的脑袋上。林毅语气轻松：“没事儿，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啦。”林西西知道他这是在宽慰自己，虽然才和林毅相处了几天，但他觉得这个二哥比自己2辈子认识的所有人都重感情。既然如此，他也不能辜负这份心意。二哥，你相信我吗？林西西问道。林毅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问，但还是认真的点了点头。我信。林西西站起身走出病房，找到导演，说了接下来自己会替二哥完成拍摄的事情。林曼曼本以为二哥受伤，自己就可以回家了，结果听说林西西要和自己搭档继续拍摄，顿时不乐意了。他上综艺就是想蹭点二哥的热度，为以后进娱乐圈打基础，现在跟林西西搭档，算怎么回事？于是第2天一早，林曼曼就来到了林西西的房间，笑眯眯的看着睡得正香的林西西说道：“姐姐，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了。”同时在镜头的盲区，他狠狠拧了林西西屁股一把，他就不信林西西还能在镜头前装出好脸色。睡梦中的林西西只觉得屁股一疼，脚比脑子还快，一脚蹬了出去。林曼曼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窗外的乌鸦也被惊醒，呼啦啦的全都朝林曼曼扑了过去，尖叫道：“刚刚我们可都看到了，你敢打我们姐姐，啄你啄你！”林曼曼只觉得5脏6腑都要碎了，可还是强撑着摆出坚强的样子。她现在只要哭，自然会有网友当她的嘴替。只不过她这一头鸟毛的造型看起来一点也不娇弱，反而多了几分疯婆子的意味。林西西当然没有错过林曼曼眼中的狡黠，不就是泡茶吗？谁不会啊？妹妹，你没事吧？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有起床气，不然妹妹也不会被我不小心踢到。林西西带着刚起床的生理性眼泪，看起来还真有几分楚楚可怜。走绿茶的路，让绿茶无路可走。直播间里，原本还在谴责林西西没轻没重的言论，一瞬间改变了风向，开始指责林曼曼做的不对。林曼曼被噎得说不出话，正想再说些什么，手突然摸到一个凉凉滑滑的东西，低头一看，一条小白蛇正对着自己吐着信子。下一秒，就听咚的一声，林曼曼眼睛一翻，直接晕了过去。昏倒前，她脑子里最后一个想法是，只要节目组把我送进医院，检查出林西西下手有多重，我就有办法彻底搞垮她。林曼曼被送去了医院，直播的事情就只能由林西西自己负责了。她拿起任务卡片看了看，任务是找到节目组提前藏好的隐藏道具，找到最多的一组就是第1名。这种任务也太无聊了吧，我得想想怎么才能让它更有趣一点。林西西摸了摸下巴，然后不慌不忙的去做饭了。观众们都看懵了，其他嘉宾都出去找道具了，林西西这是觉得自己赢不了，直接摆烂了吗？算了算了。陆陆续续直播间里走了不少观众，只有一些林毅的粉丝还在坚守。就见林西西吃饱喝足后，跟小白鼠咬了会耳朵，然后不慌不忙的朝着村子里溜达过去。走到一个拐角处，一只脚突然伸了出来，林西西假装没看见，轻轻碰了一下，拐角处嗷的一声跳出一个人，正是周宇航。他抱着脚，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哎呀，你这是怎么了？林西西脸上的表情十分浮夸，周宇航疼得说不出话，心里却在疯狂咆哮。林西西的腿是刚做的钢铁腿吗？他本来是想把林西西绊倒，趁机抢走他身上的道具，结果自己疼得像个孙子。林西西看了一眼周宇航腰上挂着的2个牌子，上面还有节目组的 logo， 应该就是任务道具了。他眼疾手快的扯过来，转身就跑，还不忘回头喊道：“辛苦你帮我找到2个道具，不过我不会感谢你的，拜拜了你嘞。”看着林西西消失的背影，周宇航连疼都忘了，气急败坏的喊道：“林西西，你个强盗！”网友们也被林西西的行为惊呆了。我以为他会自己去找道具，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去抢，这也太没素质了吧。虽然但是一直看他们找道具也很无聊，你们不觉得这样更有意思吗？很快周宇航和周雅气急败坏的找到导演，愤怒的揭发了林西西的恶行，谁知导演却只是笑眯眯的喝了口茶，慢悠悠的说道：“林西西并没有犯规啊，规则里并没有说嘉宾不可以互相抢夺道具。”周雅听完导演的解释，气得差点炸了，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另一边，林西西哼着小曲，一边在小动物们的通风报信下收集道具，一边寻找下一个替他帮忙的幸运儿。公主殿下，你是来看微臣的吗？
7岁的赵俊佳高兴地跑到林西西身边。对啊，你高兴吗？林西西笑眯眯地看向毫无防备的父子俩。直播间里，赵景怀的粉丝急得上蹿下跳，快跑，千万不要靠近林西西。可他们的提醒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公主殿下，你都不知道，我们这块道具是在茅厕里找到的，你绝对想象不出有多臭。赵俊佳一脸哀怨地跟自家大姐大哭诉。真的吗？我不信，除非你给我看看。赵俊佳看向老父亲，爸，快点拿出来，公主殿下要看。赵景怀看着一点防备都没有的儿子，只觉得糟心。他已经看出了林西西的意图，可就是不说，他要让儿子亲身体会一下人心险恶。林西西拿到道具后，甜甜一笑说道：“谢谢赵叔叔和小家子的道具，我就先走啦。”赵俊佳愣在原地喃喃自语道：“我这是被公主殿下抢劫了吗？”赵景怀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刚想安慰几句，就听见赵俊佳说：“公主殿下想要，为什么要抢啊？直接跟我说，我又不是不给他。”赵景怀差点被他气死。你在说什么呢？你这么上赶着的样子，真的很不值钱。网友们都快笑疯了，不愧是公主殿下的御前侍卫，果然赤胆忠心，疯起来连亲爹都卖。医院门口，林曼曼手里拿着3份一模一样的检查结果，一脸不敢相信的喃喃自语：“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一连跑了3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显示他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可他身体里明明还很痛。林西西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其实林西西只是在系统商城里随便买了一颗药丸，名字叫做天不知地不知，你不知我知，功能也很奇葩，能让受伤的人看起来身体十分健康。他也就是顺手给林曼曼用了。当然，林曼曼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他只能愤怒地把手中的检查单撕碎，眼神狠毒，心里发誓一定要把林西西赶出林家。下午的节目中，林西西顺利找到了云红清兄弟，云红清紧紧搂着弟弟，同时警惕地盯着对面的小狐狸。他已经从赵景怀那里听说了林西西的事情，可不能重蹈覆辙。哥，你放开我！公主殿下在召唤我呢。云燕宁用吃奶的力气挣扎着，云红清一咬牙，把云燕宁夹在胳膊底下，转身就跑。可没跑几步，他就觉得手里一空，同时裤腰带也被拽了一下。公主殿下，请笑纳老奴的宝物。云燕宁一脸献媚的将道具双手奉上，云红清无奈的撇过头，心里哀嚎：队友叛变了，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哈哈哈，不行了，燕宁快把我笑死了。求赵景怀和云红清的心理阴影面积，还是西妹厉害。表面上没有队友，实际上走到哪里都有队友。林西西这样对其他人也太不公平了吧！楼上的别装了，你就说他有没有违规吧。导演盯着直播间里不断攀升的数据，笑得见牙不见眼。果然留下林西西是最正确的选择。林西西腰上挂着一大串道具，悠闲的在村子里晃荡，有点累了，还是找个代步的吧。他吹了一声口哨，不一会儿，一群动物争先恐后的跑了过来。林西西都愣住了，我不是只叫了一个吗？动物们当然知道林西西只需要一个代步的，可他们都抱着侥幸心理，万一姐姐选自己呢？林西西其实挺想骑狼的，可又怕吓到村子里的鸡鸭，最后还是选了梅花鹿。这时前面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宇航，我虽然不是你亲姐姐，但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周雅的声音传来，闭嘴，吵死了。周宇航愤怒地挥舞着手里的竹竿，受到惊吓的鸭群四处乱窜。要说导演也实在是不做人，居然把道具挂在了鸭子的脖子上。紧接着就传来一声惊叫，周宇航着急之下脚一滑，直接摔进了鸭子堆里，脸上瞬间沾满了鸭屎香。周宇航发出土拨鼠般的尖叫，此时此刻他连脸都不想要了。嗨，你们在玩什么呢？带我一个呗。林西西慢悠悠地溜达过来，在看清周宇航的模样后，连忙摆手。没想到你们口味这么重，居然在吃屎，这个我可不来了。林西西，周宇航气得大叫，结果一张嘴满口都是鱼香，气得他伸手往脸上胡乱一抹，直接甩了周雅一身。姐弟俩顿时闹作一团，可很快就傻眼了，因为在他们眼里格外不配合的鸭子，此刻全都井然有序地围在林西西周围。可当镜头对准鸭窝里的战况时，所有人都差点把手机扔出去。就见当红小花周雅顶着一头鸭屎，他弟弟周宇航更是整张脸都扑进了一坨不明物体里。真没想到你们口味这么重，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慢用啊。骑在梅花鹿背上的林西西难得露出了退缩的表情。这时一只鸭子飞快地冲过来，扑扇着翅膀，把一个任务道具叼给了他。眼见自己辛苦找了半天的道具就这么归了林西西，周雅再也维持不住温柔大方的人设，对着林西西吼道：那个道具是我先看见的，臭丫头，快还给我！看到这一幕的雅粉都愣住，这个表情狰狞的女人还是他们家爱豆吗？林西西笑眯眯地甩着手上的道具，你先看见就是你的了，你可真不要脸，毕竟你有个同样不要脸的妈。周雅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厉声问道：你胡说什么啊？弹幕里周雅的粉丝也开始无脑叫嚣，林西西算哪块小饼干，也敢污蔑我们家雅雅，仗着自己年纪小就可以胡乱造谣吗？周宇航是死的吗？不知道，帮你姐说句话。我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最清楚，做过的事情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比如你那个妈和秘书做过的事，再比如你耳环少了一个的事。林西西拖着腮趴在梅花鹿的背上，意有所指的看着周雅。周雅越听越心惊，忍不住害怕的后退了一步。一旁的周宇航却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激动的说道：我明白了，怪不得你会穿着睡衣去书房找爸爸，然后爸爸就开始对我不满了。10岁的孩子已经懂了不少事，林西西的话让他瞬间串联起了许多之前忽略的蛛丝马迹。周雅慌乱的看向周宇航，急忙解释：我没有，弟弟，你别听外人乱说。说完，他立刻切换到梨花带雨的模式，仿佛自己才是受了委屈的那个人。别叫我弟弟，我们不过是重组家庭，没想到你居然勾引我爸，还挑拨我和爸爸的关系，果然你和你妈一样不要脸。周宇航越说越激动，我还记得那个秘书拿
文件来家里时，你妈和她在房间里关着门，待了好几个小时，只恨当时我没有留下证据。周宇航越说越激动，最后扑进鸭屎堆里大哭起来。林西西都有些内疚了，好好一个装逼少年，该不会被自己随口几句话刺激疯了吧？梅花鹿悄悄凑到林西西耳边小声问道：“姐姐，这么大的瓜，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林西西也跟他咬耳朵：“是小老鼠说的，他们家的亲戚遍布全国，消息比丐帮还可靠。”在场的其他人和网友们都目瞪口呆，到底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我们落伍了？这母女俩一个比一个会玩啊！牙粉怎么不来维护你们正主了？宇航弟弟别生气了，我们这就去你爸爸的微博底下提醒他。周雅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心里绝望的想：完了，一切都完了，都怪这个林西西。失去理智的他抄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狠狠朝着林西西扔了过去。事情发生的太快，周围的人根本来不及阻止，眼看石头就要砸到林西西的脑袋，梅花鹿却敏捷的往旁边一跳，轻松躲开了。紧接着铺天盖地的鸭群围了上来，嘎嘎叫道：“居然偷袭我们的姐姐，看我们的鸭嘴神功！”周雅顿时被吓得花容失色，想要躲闪却已经来不及了，没一会儿就被啄得浑身是伤，头发都被拽掉了好几缕。节目组怕出大事，赶紧上前帮忙，可气昏了头的鸭子连工作人员都叨了几下，最后还是在林西西的指挥下才甩着翅膀离去。弹幕里一片欢呼啊！西妹好帅，鸭子也好可爱，尤其是在维护西妹的时候。周雅也太恶心了，被戳穿了居然还想伤人，坚决抵制这种人上节目。时刻关注直播的林毅更是气得差点从病床上跳下来，他直接在微博上圈了周雅的经纪公司放话，敢欺负我妹妹，你们一个都别想跑。周雅一组的拍摄被迫暂停，周宇航的爸爸很快派人来接走他们。临走之前，周宇航眼神复杂的看着林西西，最后别扭的说了声谢谢。林西西没有回应，只是嘴角始终挂着淡淡的笑意。没了周雅姐弟这两个爱作妖的人，接下来几天的录制总算顺利了不少。最终林西西以压倒性的优势拿下了所有任务的第一名。录制结束当天，林西西跟赵俊佳、云燕宁这两个小狗腿依依不舍的告了别，就坐上了林毅经纪人的车。他才不傻，才不会再回林家受气，跟着二哥过日子多自在。车子停在林毅的别墅外，林西西像一阵风似的冲进门，大声喊道：“哥，我回来啦！”躺在床上养伤的林毅却慌忙把手里的鸡腿藏到身后。这丫头怎么回来的这么快？他才刚点的外卖啊，可已经来不及了。林西西扑过来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顺便把整桶鸡腿都抱走了，理直气壮地说：“哥，你怎么一点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肯德基这种油腻的东西是你能吃的吗？还是我委屈一下，帮你解决掉吧？”他吃的满脸是油，含糊不清地补充道：“为了监督你好好休养，我决定住下来了。”林毅无奈扶额：“你这算盘珠子都快蹦我脸上了。”行吧，我跟家里说一声。林父接到电话，得知林西西要住林毅这里，眉头微微皱了皱，最终也没说什么，只是叮嘱了两句注意安全。解决完住宿问题，林毅仰头躺回床上，这才注意到经纪人贺峰还在旁边，随口问道：“哎，你怎么还没走？”贺峰一脸无奈：“就你们这两兄妹，一个比一个不靠谱，我得留下照顾你啊，不然你洗澡上厕所怎么办？难不成让你妹扛着你去？”林毅一拍脑门：“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一茬？”林家老四林轩得知林西西住在二哥那里，心里有些复杂。他不少同学都看了那档亲子综艺，个个都夸林西西可爱，甚至有同学家的宠物看完综艺后还跟主人抢电视看，不给看就闹绝食，这让林轩对这个刚认回来的新妹妹多了些好奇。当然，他才不是喜欢她想见她，只是想找机会教训她，给曼曼撑腰罢了。第二天，林西西舒舒服服的睡到自然醒，吃完早午饭后就瘫在沙发上，跟林毅撒娇：“二哥，我们养只小动物吧。”宠妹狂魔林毅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结果下一秒就看见林西西在附近狗舍的网站上选中了一只眼神透着睿智的二哈。算了，妹妹喜欢就好。林毅自我安慰道，随即严肃地对林西西说：“不过你得跟她说清楚，不许拆家，不然她明天就会变成桌上的一盘菜。”林西西抬手敬了个不伦不类的礼，保证她不拆家。2个小时后，别墅花园迎来了新住户，贺峰办事效率极高，很快就把二哈接了过来。二哈一看见林西西，就甩着舌头猛扑过去，一人一狗玩得不亦乐乎。林毅见此情景，便回房间躺着打游戏了。贺峰则打开电脑处理工作，谁也没注意到林西西在听完二哈一连串汪汪汪的叫声后，表情突然变得古怪起来。这二哈居然在跟他告状，说路上看见一个穿校服的男生被人绑架了。与此同时，距离林毅家不远的另一栋别墅，林轩迷迷糊糊的从头痛中醒来，发现自己被手铐在一张陌生的床上。他记得自己是在去二哥家的路上，被一只泰迪在脚边撒了尿，一时烦躁就跟遛狗的贵妇吵了几句，结果被对方的保镖打晕了。难道自己遇到变态了？这时房门被推开，一个烈焰红唇的肥胖女人走了进来，语气暧昧地说：“小帅哥，来跟姐姐玩个游戏好不好？”林轩瞬间满脸惊恐，大声喊道：“你别过来！我爸是林氏集团的林总，你快放了我，不然林家不会放过你的。”贵妇却勾唇冷笑，林家这种新兴家族，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可是帝都4大家族的嫡系，把看上的人请回家，对他来说是常有的事。眼看女人越靠越近，林轩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就在他感到绝望之际，房门突然被砰的一脚踹开，一个高大威猛的人影缓缓收回脚，然后瞬间变矮。林西西从凳子上跳了下来，别问他为什么站在凳子上踹门，问就是这样更有气势。看清来人是林西西后，林轩的心狠狠一跳，满脸难以置信。怎么会是你？正兴奋的贵妇被吓了一跳，看清来人是个小孩后，又冷笑起来：“保镖呢？还不快给我滚进来！”林西西嘿嘿一笑，直接挪用了恶霸的台词：“你叫破喉咙也没人会来，别墅里里外外的保镖都被我解决了，我还顺便搞了点小破坏。”不过他也懒得多废话，冲上去就给了贵妇一拳，直接把人打进了墙里。林轩都看傻了，喃喃自语：“
我勒个去，这是一拳超人啊！随着一阵咔嚓的碎裂声，墙壁开始坍塌。林西西连忙跑到林轩身边，一把扯断手铐，拎起他就往外跑。刚冲出大门，身后的别墅就轰然倒塌。还好这是郊外的独栋别墅，不然这么大的动静肯定会引起轰动。林西西把四哥放到二哈背上，又召唤来一只狼当自己的坐骑，一狼一狗你追我赶。半小时后，终于回到了林毅家。他告别了小狼，看向瘫在二哈背上脸色惨白的林轩问道：“你还活着没？”被绑在二哈背上颠簸了一路的林轩差点吐出来，听见林西西的声音，才艰难地抬起头。还死不了。那就好。林西西看向别墅的大门，刚才是偷溜出来的，现在也得偷偷回去。他找到之前钻出来的墙洞，正想把林轩塞进去，身后突然传来林毅的声音。你干嘛呢？林西西僵硬地转过头，就见贺峰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林毅，正站在他身后。好巧啊，你们是出来约会吗？林西西试图蒙混过关，林毅差点被他噎死。小屁孩胡说什么呢？脑子里都装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等等，这是老四。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地上已经晕过去的林轩。林西西硬挤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容。在我解释之前，咱们还是先让医生来看看他吧。很快家庭医生就赶来了，检查后确定林轩没什么大碍，只是受了点皮肉伤，再加上惊吓过度，相比之下，林西西就惨多了，直接面临3堂会审。林毅和贺峰一左一右的盯着他，眼神里满是兴师问罪。说吧，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从墙洞钻进来的？还把老四弄成这样？林毅率先发问，林西西理直气壮的解释：是二哈告诉我四哥有危险的，也是他带我去救人的。他说今天来我们家的路上看见四哥被人绑架了，就带着我循着味道找过去的。结果换来了林毅一个脑瓜崩。那你为什么不叫上我们一起去？你胆子是不是太肥了？林西西一脸你怕不是疯了的表情。哥，你现在是个残疾人，贺大哥又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白脸，叫你们去有什么用啊？一句话把两人对得哑口无言。林西西则昂首挺胸的回了房间，抱着二哈看起了恐怖片。二哈一开始还美滋滋的当抱枕，结果电影里的鬼一出来，他直接吓得嗷嗷叫，还是被林西西赏了一耳刮子才老实下来。一夜过去，第二天林轩醒来时，脑海里还反复回放着林西西破门而入的画面，这种感觉很奇妙，他好像真的从这个小屁孩身上感受到了一丝血脉亲情。另一间房间里，林西西迷迷糊糊的睁开眼，脑海中传来系统的声音：乐主，告诉你个好消息，林轩的好感度已经超过70了，你又可以抽奖啦！哎呦，不错啊，这么快就及格啦！林西西开心的苍蝇搓手，随手点了抽奖。恭喜宿主获得妙指回春技能，备注一次性使用。林西西愣了一下，怎么还带一次性的？系统弱弱的解释：没抽到谢谢惠顾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也行，正好这个技能可以给二哥用，这样他就不用坐轮椅了。林西西说着，往枕头里一缩，时间还早，再睡一会儿。那边林毅倒是难得起了个大早，操纵着轮椅去了林轩的房间。听完林轩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一遍后，林毅陷入了沉思。那个柳家的女人我听说过，是个出了名的怪癖，就喜欢折腾小正太。谁让你平时看人都鼻孔朝天？这下得罪不该得罪的人了吧？他用手指戳了戳林轩的额头。这件事儿我处理不了，还是通知大哥吧。又过了不知多久，林西西才慢悠悠的醒来，他没顾上吃饭，就骑着二哈去找林毅。二哈被他当坐骑，一路狗吠连连，吵得林毅头都大了。妹妹，你也太懒了吧，在家里还欺负狗。林毅无奈吐槽。林西西小手一挥，理直气壮地说：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不享受谁享受？懒惰才能让我快乐加倍。说话间，他把手搭在林毅的手上，表面上一副老佛爷等小太监伺候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暗中发动妙指回春技能。林毅正想反驳他的歪理，突然感觉全身一阵舒爽，身上的疼痛感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试探性地动了动腰，发现自己竟然真的能站起来了。正好这时，贺峰带着家庭医生走了进来，看见林毅站在地上活动手脚，顿时吓坏了。祖宗，你又在做什么妖？嫌伤口好得太快是吧？可当医生给林毅做了全面检查后，却震惊地发现他的伤居然已经彻底好了。贺峰和医生都疑惑地盯着林毅，林毅两手一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直觉是林西西的功劳，但既然妹妹不想声张，他自然也不会说出来。度过了几天悠闲时光，综艺第2期的录制如期而至。早上7点，节目组准时敲响了林毅家的门，看着林毅活蹦乱跳地出现在镜头里，粉丝们都激动坏了。我的天，这简直是医学奇迹啊！肯定是西妹用亲情治愈了林总，哈哈哈，笑不活了。林总怎么穿着老头衫就来开门了？真不把我们当外人啊！哥哥杀我，就算穿老头衫，哥哥也帅出天际。可当节目组推开林西西的房门时，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只见一只二哈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身上地上全是一片血红。林西西则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摄制组，我们该不会闯进案发现场了吧？摄影大哥爆发出杀猪般的惨叫，连滚带爬地把林毅叫了过来。林毅上一秒还莫名其妙，下一秒看清房间里的情形后，脸瞬间黑了。他大步冲进去，一把提起林西西，巴掌重重落在他的屁股上。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吃剩的水果要放回冰箱里？原来这几天林西西迷上了吃火龙果，连带着二哈也跟着疯狂。吃完火龙果弄一身红色，还躺在地上睡觉。林毅第一次撞见这场景时，差点被吓得魂飞魄散。被吵醒的二哈抬头看了看众人，很没义气的一溜烟跑了，留下林西西一个人在原地气急败坏。二哈居然不带上我一起跑，弹幕里难得看到林西西吃饼，网友们都快笑疯了。哈哈哈，还真是什么凶案现场。不过被害者是火龙果，这是咬到火龙果大动脉了吧？愿天堂没有火龙果。收拾妥当，吃过早餐后，兄妹俩
俩就前往集合地点。云红清和赵景怀他们已经到了。小狗腿云燕宁和赵俊佳一看见林西西，立马丢下自家老父亲，围上来叽叽喳喳地说：“公主殿下，微臣好想你啊！这是微臣特意给你准备的零食，你快尝尝合不合口味。”几分钟后，其他2组嘉宾也姗姗来迟。之前的嘉宾周雅因为被实锤勾搭继父母亲伙同秘书转移继父公司资产，家里闹得鸡飞狗跳，节目组便换了新的男嘉宾。只见一个身穿骚包粉 T 恤的黄毛男子，手里牵着个穿背带裤的小胖子，咧嘴一笑：“大家好，我是吴修，一个来自歌坛的传奇人物，这是我弟弟吴瑞瑞。”这个吴修一句话能带800个小动作，活像个有多动症的孩子。另一组嘉宾正是林曼曼和一个穿长裙的女人。林曼曼摆出软萌的笑容：“大家好，我是林曼曼，这次我会和晴晴姐姐一起努力的。”穿着公主裙的她，心里却对身旁的方晴晴颇为不屑。这个方晴晴只是个素人，是大哥手下一个副总的老婆，为了上综艺露脸，没少巴结她。自我介绍结束后，又到了抽签选交通工具的环节。林西西毫无悬念的再次喜提最差选项，看着其他嘉宾要么乘飞机，要么坐高铁，她和林毅却只拿到了2张绿皮火车的站票。火车上人挤人，林毅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护着妹妹，简直生无可恋。一个人的运气怎么能差到这种地步？林西西倒是看得开，往行李箱上一坐就开始玩手机，还不忘调侃二哥：“哥，你这顶流待遇，怕是娱乐圈独一份吧？”瓜子饮料、矿泉水、泡面、火腿肠，前面的麻烦让一让。一阵熟悉的叫卖声传来，林西西瞬间抬起头：“哥，买点吃的吧，我好久没吃泡面了。”林毅想了想，之前一直被贺峰盯着，他也很久没吃过垃圾食品了，当即毫不犹豫地叫住推车的工作人员，挑挑拣拣买了一堆东西。10分钟后，兄妹俩一人端着一桶泡面，站在热水箱旁边倒计时。3、2、1，开吃！林毅突然有些感慨，能和妹妹一起经历这些事，也算是很珍贵的回忆了。回想跟林西西相处的这些日子，竟然比他从小到大在林家过得都开心。可等他一脸欣慰地抒发完心情，扭头一看，林西西已经把面汤都喝光了，再看自己碗里的面都泡烂了。我去啊，你都吃完了，怎么不叫我一声？林毅又气又笑。林西西一摊手：“我看你在升华自我，觉得打断你不太好。”林毅捏紧的拳头又慢慢松开，最后只能哭着开始吃泡烂的面。谁让这是自己宠出来的妹妹呢？夜里，林西西直接睡在行李箱上，身上盖着林毅的外套，林毅则坐在地上将就了一晚。黑暗中，一个人影悄悄摸了过来，睡梦中的林西西毫无察觉，还毫无形象地翻了个身。只听叮咚一声，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林毅瞬间被惊醒，警惕地盯着面前捂着腿打滚的男人。你是谁？想干什么？车厢里的其他乘客也被巨响吵醒，连列车员都赶了过来。直播间里蹲着不少夜猫子，全程看清了经过，纷纷在弹幕里刷屏。林总，这人想偷抱西妹，要不是西妹力气大，说不定就被他得手了。快报警抓他！笑死！头一次发现睡觉不老实也有好处。导演那边也第一时间发现情况不对，连忙调出刚才的监控视频发给林毅。列车员看完视频后，立刻报警处理。原来这人是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人贩子。之前看到林毅出手阔绰，兄妹俩又长得好看，便动了歹心。没成想居然被一个睡梦中的孩子踹断了腿。这说出去，谁能相信啊？这件事在网上迅速发酵，天色渐亮时热度不断攀升，上午10点就被顶上了热搜头条，顺带让综艺的热度又火了一把。又过了1个小时，火车终于抵达目的地。林毅下车时腰都快断了，看着二哥没精打采的样子，林西西自告奋勇地拉起行李箱：“哥，我来，你歇会儿。”林毅感动不已，妹妹果然心疼我。可下一秒就听见林西西催促：“我快饿死了，哥你快点，两手空空还走这么慢，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林毅瞬间被噎住，什么心疼都是错觉，他只是想赶紧去吃饭。2人很快找到一家看起来不错的馆子，点了几道当地特色菜，菜还没上桌，却先等来了粉丝。几个小姑娘盯着林毅，小声议论：“啊，是林总本人，比照片好看太多了，好激动啊，好想上去合照，可是会不会太冒昧了？”林毅注意到他们的目光，原本酸痛的背瞬间挺直，得意地对林西西说：“西西，你看那些都是二哥的粉丝，怎么样？替二哥骄傲不？”林西西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刚想点头，就见那几名少女终于按捺不住，走上前来，却对着林西西一脸激动地说：“西西你好，我们能和你拍一张合照吗？”林毅撩头发的手猛地僵住。“你们要跟谁合照？”林西西指了指自己，笑着说：“我吗？当然可以。”几名少女更激动了，纷纷掏出手机排队。林西西还大方地把自己的手机递给林毅：“哥，帮忙拍个照。”林顶流第一次尝到了当工具人的滋味，心里委屈极了。不是我的粉丝就算了，还拿我当小弟使唤。可看着妹妹和粉丝互动时开心的模样，他又忍不住为林西西高兴，这都能路遇粉丝，不愧是他的妹妹。不多时，点的菜就上桌了。少女们很识趣的主动离开，她们都是理智粉，不会做出让偶像困扰的事，顶多就是把合照分享在粉丝群里，让林西西后援会的姐妹们眼馋一下。吃饱喝足后，兄妹俩拖着圆滚滚的肚子前往本次的目的地梨花村。村里家家户户基本都种水果，可因为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剩下的老人和小孩没多少劳动力，导致很多水果只能烂在果园。这期节目的主旨就是希望借助嘉宾们的人气，帮果农们打开销路。兄妹俩这次又是最后一组抵达的，好在村里每家每户基本都有空房间，2人一到就住进了一对老夫妻家里。林西西刚把行李放下，主人家养的一只大橘猫就嗖地冲了进来，躺在他脚边开始扭来扭去，还发出嗲嗲的叫声：“来呀，快活啊，反正有大把时光。”林西西有些无奈，怎么走到哪都有粘人精啊？半小时后，所有嘉宾集合，虽然大家已经做好了心
心理准备，但当看到村长那一脸愁容时，心还是不由得沉了一下。老村长满脸沟壑，手里拿着一个表皮有些发皱的酥梨，叹气的声音像破旧的蜂箱。咱们梨花村世世代代都种梨，今年的梨子长得好，水头足，甜度也高。可前段时间那场暴雨冲垮了山路，收梨的车进不来，眼看着这10万斤梨就要烂在地里了。他身后几个上了年纪的果农抹着眼泪，那绝望的眼神像针一样扎在众人心上。导演清了清嗓子发布了任务，今天的任务很艰巨，也很简单，你们需要帮助村民把这积压的10万斤酥梨卖出去。考虑到运输问题，村里的拖拉机已经修好了，可以把梨运到镇上的收购站，但收购站的老板压价太狠，村民们连本都回不来。你们要做的就是寻找新的销路，或者用你们的方式把梨卖出高价，实现是今天日落之前。任务一出，现场一片哀嚎。10万斤，导演你疯了吧？吴修夸张的跳了起来，兰花指都要戳到导演鼻子上了。我们是艺人，不是推销员，这怎么卖啊？他身边的吴瑞瑞低着头，胖乎乎的小手绞着衣角，似乎很害怕这个哥哥。林曼曼也皱起了眉头，小声嘀咕：这么脏的任务，我的裙子又要弄脏了。他转头看向身边的方晴晴，甜甜的喊道：晴晴姐姐，你老公不是大老板吗？能不能让他把这些梨都买了呀？方晴晴有些尴尬，但这可是直播，她只能硬着头皮说：我打个电话问问。直播间里网友们也替嘉宾们捏了一把汗，这任务太难了吧，10万斤啊，就算全运到镇上怎么卖得完？那个吴修好烦啊，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没看村长都快哭了吗？曼曼虽然有点那个，但这提议倒是最实际的，直接找个大户包圆了最省事。林一也犯了难，他看向林西西。妹儿，要不我给大哥打个电话？这点钱对林氏来说不算什么。不行！林西西果断拒绝。他瞥了一眼正在打电话装样子的方晴晴，冷笑道：节目组既然规定了靠实力，找大哥算怎么回事？再说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咱们得给村子找个长久的销路。那你有办法啊？林一挑眉，林西西把玩着手里的一颗石子，目光投向不远处的山林，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天人自有妙计。任务开始，嘉宾们兵分几路。吴修带着吴瑞瑞去了镇上，说是要用他的歌声感化路人来买梨。赵景怀和云红青两组决定去果园帮忙摘梨，先运一部分去镇上零售。林曼曼和方晴晴则留在村委大院继续打电话摇人。只有林西西拉着林一大摇大摆的往山上走，既不摘梨也不联系买家，活像来郊游的。妹，咱们这是去哪儿啊？果园在那个方向。林一指着相反的方向问道：去摇人？林西西头也不回：摇人？这深山老林的，你摇谁？山顶洞人吗？林一一头雾水。两人走到一片幽静的竹林边，林西西停下脚步，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把手指放在嘴边，吹了一声悠长而尖锐的口哨。林一正想吐槽妹妹这口哨吹得不够专业，周围的树林突然活了，沙沙沙，树叶剧烈晃动，紧接着一个个黑影从树上荡了过来。卧槽，那是猴子！林毅瞪大了眼睛，不只是猴子，草丛里钻出了松鼠，树枝上落满了喜鹊和乌鸦，甚至还有2只野猪哼哧哼哧的从灌木丛里拱了出来，滋滋吱。姐姐，你终于来啦，我想死你了！领头的金丝猴一个飞扑，挂在了林西西的腿上，嘎嘎。姐姐看我今天洗澡了，毛特别顺。一只乌鸦落在林西西肩头，用脑袋蹭着她的脸颊。林毅看着这一幕，整个人都石化了。他僵硬的转过头，对着同样目瞪口呆的摄像大哥问道：这段后期能加个特效吗？不然我怕观众以为我们走错片场了。这是动物世界吧？林西西没理会二哥的耍宝，他蹲下身给金丝猴挠了挠下巴，严肃地说道：小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姐姐有难，需要你们帮忙。姐姐，你说谁敢欺负你，我拿松果砸死他！小松鼠挥舞着爪子，我要你们帮忙摘梨，还要挑最大最甜没虫眼的摘，能不能做到？没问题，这片山头我们最熟了，哪棵树上的梨最甜，只有我们知道。金丝猴拍着胸脯保证。于是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漫山遍野的果树上，猴子们灵活地穿梭其中，他们摘梨的手法极其娴熟，轻轻一拧梨子就落入怀中，然后准确无误地扔给树下的野猪。没错，野猪背上驮着草筐，稳稳地接住扔下来的梨。松鼠们则负责质检，他们抱着梨闻一闻，有虫眼的直接扔到一边，合格的才放进筐里。鸟群更是给力，他们充当了空中侦察机，哪里还有漏掉的好梨，立马叽叽喳喳地报告方位。林毅站在树下，手里拿着一个刚被塞进来的梨，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这就是你说的摇人？怎么样，效率高吧？林西西得意地扬了扬下巴，纯天然，无公害劳动力，只收水果不收钱。弹幕已经疯了，建国后不许成精，但这猴子成精的也太离谱了吧，笑死！林总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简直演我，这哪里是摘梨，这分明是花果山团建现场。只有我关心那只野猪吗？他接梨的姿势好标准，是不是练过？有了这群特种部队的加入，摘梨的速度快得惊人，短短1个小时，几千斤顶级的酥梨就已经堆成了小山。相比之下，另一边的赵景怀和云红青累得直不起腰，也才摘了几百斤。林曼曼那边更是毫无进展，方晴晴打了10几个电话，对方一听要买10万斤梨，纷纷找借口挂了电话。林曼曼气得直跺脚，却又无可奈何。梨是摘下来了，可怎么运出去？又卖给谁呢？林毅看着堆积如山的梨，愁眉不展。林西西却一点都不慌，他招了招手，一只灰扑扑的田鼠从土里钻了出来，站在他手心，前爪比划着，嘴里发出滋滋的声音。你是说山那边的公路上有一辆大货车抛锚了，车上的人正急得跳脚？林西西眼睛一亮，田鼠点点头。那个人胖胖的，穿着西
西装，正在打电话骂人，说采购不到好的水果，回去要被老板炒鱿鱼。天助我也！林西西打了个响指，二哥，走，咱们去截胡。林毅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林西西拉着往山下跑。此时距离梨花村5公里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印着鲜鲜乐连锁超市的大货车停在路边，车头冒着白烟，一个身材圆润的中年男人正对着手机咆哮：我不管，今天必须把货补上。隔壁市那家供应商放了鸽子，我现在上哪儿去弄10万斤特级梨？你让我去偷吗？男人是鲜鲜乐的采购部王经理。挂了电话后，他颓废的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想死的心都有了。这时，一道清脆的小奶音突然响起：叔叔，你是要买梨吗？王经理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骑在一只，这是什么狗？怎么长得跟狼一样？正笑眯眯的看着他，他身后还跟着个气喘吁吁的大帅哥。你是谁？怎么从林子里钻出来的？王经理警惕地问道。我是梨花村的推销员。林西西跳下狼狈，从兜里掏出一个刚摘的酥梨，在衣服上随便擦了擦，递了过去。尝尝，刚下树的，不甜不要钱。王经理本来不想理会，但这梨的卖相实在太好了，皮薄肉嫩，透着一股诱人的果香。他鬼使神差地接过来咬了一口，咔嚓，清脆的声音响起，紧接着浓郁的汁水在口腔中爆开，甜而不腻，清香爽口，连果渣都几乎感觉不到。这是什么梨？王经理眼睛瞪圆了，这品质比他原本预定的那批货还要好上几个档次。梨花村百年老树结的酥梨，纯天然无污染，猴子亲自摘选，野猪负责运输，品质绝对有保障。林西西像个小大人一样背着手：叔叔，我们村里有10万斤现货，你要不要？要全要了。王经理激动地站了起来，那一身肥肉都跟着颤抖。价格好商量，只要品质都跟这个一样。当王经理跟着兄妹俩来到果园，看到那堆积如山、个个饱满圆润的酥梨时，激动得差点给林西西跪下。尤其是当他看到一群猴子正井然有序地把梨递给野猪时，世界观彻底崩塌了。这是马戏团在助农吗？林毅在一旁干笑，哈哈，这是我们节目的特色。有了王经理这个大客户，剩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价格谈得非常顺利，王经理给出了比市场价高出2成的收购价，唯一的条件是以后梨花村的梨要优先供应给他们超市。村长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老泪纵横，握着王经理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就在这时，去镇上卖艺的吴修回来了，他那身骚包的粉 T 恤被汗水浸透了，手里提着个空篮子，一脸晦气。这破地方的人真没品味，我唱的嗓子都哑了，居然只卖出去3斤梨，还嫌我唱的难听。吴修一进院子就开始抱怨，吴瑞瑞跟在他身后，手里拿着半个吃剩下的馒头，显然是饿坏了。林曼曼那边也毫无进展，正坐在院子里生闷气，看到林西西回来，他眼睛一亮，以为林西西肯定也失败了，立马迎上来找存在感。姐姐，你也没卖出去吧？没关系的，这任务本来就难，连吴修哥哥都没办法，更别说你了。林曼曼假惺惺的安慰道：谁说我没卖出去？林西西奇怪的看了他一眼，卖出去了，卖了多少？10斤还是20斤？吴修嗤笑一声，小丫头片子，别以为找几个村民当托就算完成了。林西西没理他，直接把身后的王经理让了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鲜鲜乐连锁超市的采购部王经理，他已经签下了全村10万斤酥梨的收购合同，并且达成了长期合作意向。全场死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胖胖的王经理身上。吴修手里的篮子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10万斤全卖了。林曼曼更是脸色惨白，不可置信的摇着头。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找到这么大的买家？这肯定是假的，是不是二哥找的托？他转向林毅，眼中满是质问。林毅耸了耸肩，一脸无辜又骄傲。这可不关我的事儿，全程都是西西在谈，我就是个拎包的。王经理也适时开口，这位小朋友非常专业，而且你们村的梨品质确实好。合同已经签了，定金也转给村长了。这下连最后一点质疑也被堵了回去，直播间瞬间炸了锅。卧槽，西妹牛逼！我就知道西妹出手寸草不生。刚才嘲讽西妹的人呢，脸疼不疼？这就是实力。什么叫顶流？这才是顶流，连超市经理都能忽悠啊！不说服，只有我觉得吴修那个嫉妒的表情很好笑嘛。林曼曼站在原地，指甲深深的掐进肉里。又是这样，为什么每次林西西都能出尽风头？她不甘心。姐姐真厉害！林曼曼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要是早知道姐姐有这本事，我就不让晴晴姐姐那么辛苦的打电话了。这话里的酸味隔着屏幕都能闻到。方晴晴也有些挂不住脸，她忙活半天连个响都没听见，人家一个小孩出去溜达一圈就搞定了10万斤，这脸打得啪啪响，任务圆满完成。节目组宣布林西西一组获得超级大奖，全村人的感谢。这虽然听起来有点虚，但当几百个村民敲锣打鼓的把自家最好的东西送到林西西面前时，那场面比任何奖杯都震撼。老村长提着一只宰好的土鸡，颤巍巍地递给林西西。儿啊，谢谢你，你是咱们村的恩人啊！林西西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村长爷爷，不用谢，我也喜欢吃梨。就在大家沉浸在喜悦中时，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吴修突然凑到了王经理身边，一脸谄媚地递上一张名片。王经理久仰大名啊，我是歌手吴修，您看您的超市需不需要代言人？我可以给个友情价。王经理瞥了他一眼，眉头微皱，这人一身脂粉气，看着就不靠谱。不好意思，我们超市走的是亲民路线，您的形象太高端了，不合适。王经理委婉地拒绝了。吴修的脸瞬间黑了，高端，这是骂他不够接地气吧？王经理，您再考虑考虑。吴修不甘心，还想伸手去拉王经理。就在这时，林西西突然喊了一声小西，只见吴修的手刚伸出去，一只不知从哪飞来的马蜂狠狠折在了他的手背上。吴修惨叫一声，手背瞬间肿起一个大包。哎
呀，这马蜂怎么专捉坏人呢？林西西眨巴着大眼睛，一脸无辜的说道。只有林毅看到了，刚才林西西的手指微微弹了一下，似乎有什么东西飞了出去。他宠溺的揉了揉妹妹的脑袋，看破不说破。吴修疼得直跳脚，嘴里骂骂咧咧的，一点明星形象都没了。吴瑞瑞想上去看看，却被他一把推开。滚一边去！看什么看？丧门星！小胖子被推了个趔趄，差点摔倒。林西西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你这人怎么回事？自己倒霉拿孩子撒什么气？林西西冷冷地盯着吴修，吴修正在气头上张嘴就骂：“这是我弟弟，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关你屁事！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这次不是林西西，而是林毅。林毅收回手，眼神冰冷的像刚出鞘的刀，周身的低气压让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把你的嘴放干净点，再让我听到你说我妹妹一句坏话，我就让你在娱乐圈彻底消失。吴修被打懵了，捂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林毅。他虽然也是明星，但跟林毅这种顶流比起来，简直是萤火与皓月。而且林毅背后可是林氏集团，捏死他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我吴修怂了，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直播间里一片叫好。打得好，林总霸气，这吴修素质太差了吧，居然骂小孩。他对吴瑞瑞好凶啊，那真的是他亲弟弟吗？前面那个怀疑的，加我一个，哪有亲哥这么对弟弟的？这场闹剧最终以吴修灰溜溜的去处理伤口而告终。接下来的时间，村民们为了庆祝梨子有了销路，开始热火朝天的准备晚宴。林西西拉着吴瑞瑞到了角落里，塞给他一颗大白兔奶糖。别怕，以后他要是再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林西西拍了拍胸脯，我是这里的老大，这片山头的动物都听我的。吴瑞瑞看着手里的一颗糖，眼泪汪汪的点了点头。谢谢西西姐姐。此时林西西却在心里暗暗盘算着另一件事。刚才二哈跟他说，他闻到吴修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是某种化学试剂，再加上吴修这暴躁易怒、精神恍惚的状态，该不会是……系统检测一下吴修。检测完毕，目标人物吴修体内含有高浓度违禁药物成分，且长期虐待儿童，非亲属关系。果然，林西西眼神一冷，这个吴修不仅是个瘾君子，还是个人贩子买家。那个吴瑞瑞根本不是他弟弟。林西西当即摸出手机，打开变声器，拨通了报警电话。当天晚上，村民们为了庆祝和城里的超市达成合作，坚持要请节目组吃饭。大院子里围着篝火摆了10几桌。正当众人吃得开心时，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冲了进来，大声问道：“谁是吴修？”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吴修已经跳起来想跑，却被警察一把按倒在地。见状，导演赶紧掐断了直播，心里再次兵荒马乱。他这综艺怎么3天2头出幺蛾子？回头一定要去好好摆摆谱，实在太邪门了。一片震惊中，唯有林西西还在淡定的干饭。吴修被警察带走后，网上众说纷纭。第2期的录制就在铺天盖地的猜测中结束了。回到林毅的别墅后，电视里正在播报歌星吴修在综艺节目录制期间被当地警方抓获的新闻。可躺在沙发上的林西西却一点兴趣都没有。别问他为什么，问就是林毅要送他去上学。我一个只想混吃等死的挂件，为什么非要上学啊？林西西哀嚎道。为了让妹妹乖乖答应上学，林毅带着林西西去了游乐场，过山车、跳楼机等刺激项目玩了个遍。林西西玩得忘乎所以，林毅却快散架了。可一听妹妹说想吃冰淇淋，他还是拖着残躯走向了附近的摊位。林西西看着二哥故作坚强的背影，心里满满都是幸福感。有个这么宠自己的哥哥，好像也不错。突然，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个妇女长着一双3角眼，笑起来透着几分猥琐。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林西西看了一眼妇女怀中双眼无神的男孩，扯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阿姨，你陪我玩好不好？我一个人好无聊。说着，他一把拉住了妇女的手。见状，妇女心里一喜，这可是白送上门的买卖。那阿姨带你去吃饭好不好？他说着就想把林西西拉起来，可他一用力，胳膊差点被晃折了。林西西故意歪着脑袋，眼神却瞟向不远处的林毅，说道：“可是我不想吃饭，就想在这里玩。”妇女没了耐心，脸色沉了下来。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跟阿姨走就是了。一边说一边使劲拽林西西，想把她拖走。被惹毛的小奶娃猛地一弯腰，接着脚下轻轻一绊，妇女直接被绊倒在地，压得动弹不得。哥，快报警！这里有人贩子！林西西朝不远处的林毅大喊一声，人贩子顿时慌了，3角眼一转就开始撒泼。我真的没钱给你们兄妹俩了，我家老头子还在家里病着，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啊！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纷纷围了上来，可还没等有人出来主持正义，就有粉丝认出了身为大明星的林毅，是林总，还有西妹。眼看越来越多的人挤上来想要签名合照，林毅赶紧把林西西护在身后。大家都冷静一点，别挤到我妹妹。谁知一听这话，粉丝们更激动了啊！是西妹，西妹比镜头里还要可爱。一时间，更多人涌了上来，想要趁机逃跑的人贩子彻底傻了，这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了。林西西没管手底下死命挣扎的人贩子，淡定的嗦了一口冰淇淋，对周围的粉丝说：“大家别乱动，等警察来就好啦。”好，西妹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等。粉丝们十分配合。很快，警察赶到了，人贩子成功洗皮赢手镯。丢失孩子的家长紧紧抱着失而复得的儿子，喜极而泣。得知是人贩子是被林西西抓住的，负责询问的女警一脸不可置信：“你是怎么看出他是坏人的？”林西西抱着胳膊吐槽道：“我就是觉得他连颗糖都不给我，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女警忍不住笑了，从兜里掏出一把糖递给他：“那姐姐请你吃糖。”“谢谢姐姐。”林西西立马剥开一颗放进嘴里，结果酸得她小脸皱成一团。女警这才想起这是自己用来提神的柠檬糖，忍不住笑出声：“哈哈，叫你嘴馋。”林毅在一旁幸灾乐祸。林西西气呼呼地瞥了他一眼，随即飞快地剥开一颗糖扔进他嘴里。大笑的林毅瞬间酸到变形，一大一小的表情简直如同复制粘贴，噗哈哈哈！女警直接笑出了声。通常不管多好笑，警察都不会轻易笑，除非实在忍不住。半小时后，两人从警察局里出来，林西西摸了摸扁扁的肚子：“哥，我饿了。”
走，哥带你去吃大餐。林毅说着发动了车子，本来想带林西西去帝都最有名的华府诗楼，可坐在副驾上刷手机的林西西却突然身体一震。哥，先带我去个地方，我要救人。一听救人，林毅立刻收起了玩世不恭的笑脸，根据林西西的指挥，猛踩油门赶了过去。原来之前林西西遇到自己的后援会成员时，得知有粉丝群，就悄悄潜伏了进去，还时不时假装路人给粉丝们发红包。刚才他随手点进群里，竟然看到了一条求助消息：万能的群友们，救命！我下班回家路上好像被人跟踪了。大家能不能帮我报警？我的位置是某某街某某巷。此时，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梁小妍正躲在一堆废旧木板后面，紧张地看着一个人影从眼前走过。等人影慢慢远去，他才松了一口气，正想给群友发消息报平安，却听哗啦一声响，找到你了。木板被人掀开，露出一张满口黄牙的狰狞笑脸。让你跑，老子盯你好久了，把钱都交出来。男人猛地把梁小妍拽了出来，邪恶的眼神在他身上肆意游走。就在梁小妍绝望地闭上双眼时，却听砰的一声，男人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你没事吧？林西西跑过来关切地问道。没事。梁小妍哆嗦着双手抱胸，等看清来人的脸后，瞬间愣住了。他该不会是在做梦吧？来救他的居然是自己的偶像林西西。林西西看他一副被吓傻的样子，挠了挠头，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递过去。别怕，这颗糖就好了。梁小妍机械地接过糖，剥开放进嘴里，下一秒就被酸得怀疑人生。林西西尴尬地挠了挠头，对不起，我忘了这是柠檬糖了。这时男人气急败坏地爬了起来，恶狠狠地说：臭丫头，敢偷袭老子，看我弄死你！林西西一回头，看清男人的面孔后却愣住。怎么会是他？杨巅峰，自己上一世那个所谓的耀祖弟弟，他怎么变成这样了？愣神间，男人已经抡着拳头冲了过来，林毅也从后面追了上来，一拳就将男人揍到了墙上，怒声道：在我面前骂我妹妹，你当我不存在吗？见状，林西西吹了声口哨，哥啊，好棒啊！林毅得意地叉着腰，今天这逼可算装到妹妹面前了，痛打小流氓还不得被妹妹疯狂崇拜。梁小妍看着站在那里突然大笑的林毅，一脸莫名其妙，悄悄问林西西：他经常这样吗？林西西扶额，他这病已经很多年了，就算治好了，也容易流口水。没多久，警察赶了过来，林西西热情地打招呼：嗨，警察姐姐，又见面啦！再次从警局出来时，已经快半夜了。把梁小妍送上出租车后，林西西心事重重地回了家，直到躺在床上，还在思索今天遇到杨巅峰的事。上一世自己出车祸后，财产自然落到了那群吸血鬼手里，照理说足够他们挥霍后半生了。可现在看来，杨巅峰过得比乞丐还不如。难道说那场车祸不是意外？林西西越想脑袋越痛，可他现在这具身体才6岁，很多事根本没法调查，看来还是得让二哥帮忙才行。这么想着，他嗖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二哥的房门前，刚想敲门，手又顿住。他该怎么跟林毅说呢？如实说我是重生者吗？会不会被二哥当成脑子坏掉了？系统有些不理解。宿主，你犹豫什么啊？以林毅对你100的好感度，就算你说地球是平行四边形的，他都会信。林西西咬了咬牙，咚咚咚敲了敲门，走了进去，把自己重生到现在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果然，林毅听完后，一脸便秘的看着林西西：妹啊，你要是不想上学，就直说。不用绕这么大的弯子。很显然，林二哥误会了。林西西暴躁的一跺脚：你不信是吧？我证明给你看。他扫了一眼系统商城，选了一个十分奇葩的道具，白光一闪，一个豌豆射手出现在他手中。豌豆射手看了一眼林毅，突然开始突突突的发射豌豆。林毅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打得嗷嗷叫：疼疼疼！别打了，我信了还不行吗？林西西也被吓了一跳，赶紧拍了拍豌豆射手的头：快停下，是自己人。豌豆射手顿时舒服的浑身一抖，抱着林西西的手臂，像个挂件似的贴了上去。这个姐姐好可爱，她要贴贴。一旁的林毅都看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建国后职务不许成精吗？这是我在系统里兑换的，现在你该信我的话了吧？林西西挑了挑眉，林毅表情严肃的看了林西西许久，然后说道：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信你，也会帮你查你想知道的事儿。什么事？林西西也跟着紧张起来。就是这个豌豆射手借我玩玩。林毅伸手戳了戳林西西手臂上的豌豆射手，脸上严肃的表情没撑过3秒，就彻底破功了。第二天一早，林毅接到了林父的电话，通知他晚上带林西西回家参加宴会。事到临头才通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林家对林西西并不怎么重视，说不定连礼服都没准备。但这可难不倒常年混迹时尚圈的林毅。他拿出一个礼盒塞给林西西，笑得一脸神秘。打开看看，喜欢吗？林西西打开礼盒，里面是一条淡绿色的纱裙，裙摆上缀着细碎的珍珠，精致又可爱。傍晚时分，宴会正式开始，忙着招呼客人的林家兄弟笑得满脸堆肉。林曼曼也穿着一条金色的裙子，被一群小孩子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曼曼，你的裙子好漂亮啊，肯定很贵吧？没有啦，大家穿的都很好看。林曼曼嘴上谦虚，心里却得意极了。她今天一定要狠狠压过林西西一头。这时林父手持话筒走上高台，清了清嗓子说：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宴会。今天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我林家终于找到了亲生女儿林西西，同时林曼曼依然是林家的女儿，这一点不会改变。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楼梯口，林毅牵着林西西从楼梯上缓缓走了下来。女孩身着淡绿色纱裙，精灵的裙摆衬得她精致的小脸宛如林间精灵，全场瞬间
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生怕打扰了这梦幻般的画面。唯有林曼曼恨得咬牙切齿，这个臭丫头一出现，就夺走了本该属于她的焦点。灯光追随着那个小小的身影，在场所有人的呼吸都仿佛停滞。天啊，那就是林家找回来的真千金吗？也太好看了吧！人群中爆发出压抑不住的惊叹。林曼曼站在角落，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一张小脸极度到扭曲。她精心准备的一切，瞬间成了笑话。几个平时跟她玩得好的富家小姐妹围了过来。曼曼，你别难过，她就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就是你看她那小家子气的样子，哪有你大方得体？林曼曼听着这些安慰，心里却更不舒服了。她深吸一口气，挤出一个甜美的笑容，主动迎了上去。姐姐，你回来啦，爸爸妈妈都好担心你。她姿态放得很低，仿佛一个受了委屈却依旧懂事的妹妹。林西西瞥了她一眼，懒洋洋地开口：哦，是吗？我怎么觉得你比较希望我永远别回来呢？一句话让林曼曼脸上的笑容僵住，周围的宾客也听出了火药味，纷纷竖起耳朵。林府林母的脸色有些难看，林母快步走过来，拉住林曼曼的手：西西，你怎么能这么跟妹妹说话？曼曼是真心关心你。林西西懒得跟她争辩，直接看向林曼曼身后那几个小跟班。刚才是你们说我土包子啊？为首的女孩是王氏集团的千金，名叫王丽丽。她扬起下巴：是又怎么样？你本来就是从乡下来的。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响彻全场。王丽丽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林西西：你敢打我？林西西活动了一下手腕，眼神冰冷：打你又怎么样？嘴巴不干净就该好好洗洗。王丽丽气得浑身发抖，她旁边的女孩立刻尖叫起来：你这个野丫头，太没教养了！王阿姨，快看啊，她打丽丽！王丽丽的母亲，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妇，快步冲了过来，一把将女儿护在身后，怒视着林西西：林总，这就是你们林家找回来的好女儿，小小年纪就如此刁蛮，长大了还得了？林府的脸色铁青，正要开口训斥，林毅却一步上前，将林西西护在身后，眼神冷得像冰。王夫人，我妹妹做错了什么？是他们先挑衅的，我妹妹不过是正当防卫。你妹妹，她也配？王夫人尖声道：一个乡下来的野种也敢动我女儿？你说谁是野种？林毅的声音骤然降到冰点，一股骇人的气势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王夫人被他看得心里发毛，下意识后退了一步。这时一直没说话的林家大哥林宇走了过来，他看都没看林西西一眼，只是对王夫人客气道：王夫人，小孩子不懂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这件事是我们林家管教不严。他这话明摆着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林西西身上。林母也连忙附和：是啊是啊，西西刚回来还不懂规矩，我们回头一定好好教他。林西西心中冷笑，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和大哥。林曼曼眼中闪过一丝得意，他就知道大哥永远是向着他的。他拉了拉林母的衣角，委屈巴巴地说：妈妈，不怪姐姐，都怪我，我不该让朋友们乱说话的。好一朵盛世白莲，林西西都快被他恶心吐了。行了，别演了。林西西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你们一口一个乡下，是看不起乡下人，还是看不起国家扶贫政策？一顶大帽子扣下来，在场所有人都变了脸色。林西西继续说道：我刚回来，就听见这几位高贵的小姐对我评头论足，言语侮辱。我二哥说了，我们林家的人不能在外面受欺负。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王夫人和林女。怎么？难道大哥觉得二哥说的不对，还是说大哥觉得我不是林家人，就活该被他们欺负？林宇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他没想到这个刚回来的妹妹竟然如此伶牙俐齿，句句诛心。林毅在一旁憋着笑，心里疯狂给妹妹点赞。说得好，对死这帮虚伪的家伙！王夫人也被噎得说不出话，她求助似的看向林父。林父此刻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就在这时，一个苍老却威严的声音响起：谁敢欺负我的宝贝孙女？众人回头，只见一位拄着龙头拐杖、精神矍铄的老爷子在管家的搀扶下走了进来。爸，您怎么来了？林父林母惊讶地迎了上去，林老爷子里都没理他们，径直走到林西西面前，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慈爱和心疼。好孩子，让爷爷看看受委屈了没？林西西看着眼前陌生的老人，有些发愣。系统提示音适时响起：林爷爷好感度90点。林西西眨了眨眼，原来这就是从未见过的爷爷。他乖巧地喊了一声：爷爷。林老爷子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拉着林西西的手，转头看向王夫人，脸色瞬间沉了下去。刚才是你说我孙女是野种。老爷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林老爷子拐杖重重一跺：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从今天起，林氏和王氏的所有合作全部终止。王夫人彻底瘫软在地。王氏集团虽然也算豪门，但跟林氏比起来，根本不是一个量级。断了合作，王氏离破产也就不远了。林宇脸色一变，急忙上前：爷爷您别生气，为了这点小事。小事？林老爷子眼睛一瞪：我孙女被人指着鼻子骂野种，这叫小事？林宇，你这个大哥是怎么当的？看着妹妹被欺负，不帮忙就算了，还帮着外人说话。林宇被骂得狗血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林老爷子又看向林父林母，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还有你们两个，亲生女儿找回来了，不好好疼着，反倒去护着一个冒牌货，我看你们是老糊涂了。林曼曼被骂冒牌货，眼泪瞬间就下来了，哭得梨花带雨。可惜林老爷子看都没看他一眼，拉着林西西的手就往楼上走。走，跟爷爷上楼，爷爷给你准备了好多
么礼物？林毅冲着林雨和林曼曼做了个鬼脸，得意洋洋地跟了上去。一场闹剧就此收场。宴会结束后，林毅把调查到的关于杨巅峰的资料递给了林西西。妹，你让我查的这个人背景很简单，就是个街溜子，最近好像惹上了什么麻烦，欠了一大笔钱。林西西看着资料上杨巅峰的照片，眼神微沉。上一世他死后，杨家那群吸血鬼继承了他所有的财产，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除非那笔钱他们根本没拿到。哥，能不能帮我再查查？我上一颗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林夕，几年前出车祸去世了。我想知道那场车祸的真相。林毅看着妹妹严肃的小脸，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点了点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第二天，林西西就被林老爷子接回了老宅。林老爷子几乎把她宠上了天，要星星不给月亮。林西西也乐得清闲，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挂件生活。这天，她正躺在花园的吊床上晒太阳，小白鼠突然从草丛里钻了出来，焦急地叫着：“姐姐，不好了！我听到那个假千金在跟一个坏女人打电话，他们好像要对你不利。”林西西眼睛一眯：“林娜娜，她还敢作妖？”很快，林毅的电话也打过来，语气焦急。西西，你千万别出门！我刚查到你那个朋友林夕的车祸，果然不是意外，是人为的，幕后黑手很可能就是柳家那个疯女人。柳家那个绑架四哥林轩的变态贵妇。林西西瞬间坐直了身体，她上一世只是个孤儿，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一番事业，跟柳家这种顶级豪门八竿子都打不着。他们为什么要害死自己？系统，柳家为什么要害我？系统沉默片刻回答道：“宿主，你的身世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什么意思？你并不是孤儿，你的亲生母亲是京城顶级豪门之一秦家的嫡女秦婉，而你的父亲……”系统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我的父亲是谁？你的父亲是柳家家主的亲弟弟柳承安，但他和你母亲是真心相爱，因为家族反对，所以私奔了。林西西彻底愣住了，这都什么狗血剧情？当年你母亲怀着你被秦家找到，强行带了回去，而你父亲则在寻找你母亲的途中被柳家人意外害死。柳家对外宣称他是病逝，你母亲生下你之后就郁郁而终。秦家为了延命，把你送到了孤儿院，而柳家一直以为你这个孽种已经死了。上一世你崭露头角，被柳家人无意中发现，他们查到你的身世，怕你回来争夺家产，也怕当年的丑闻暴露，所以制造了那场车祸。林西西听完久久没有说话，原来他不是没人要的孩子，原来他也有父母，只是他们都……一股滔天的恨意从心底涌起，冰冷的杀气几乎要凝成实质。柳家、秦家，他一个都不会放过。姐姐，那个坏女人来了！小白鼠的叫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林西西抬起头，果然看见一个穿着华丽的女人在管家的带领下朝这边走了过来，正是柳家那个变态贵妇柳妹，而她身边还跟着一脸得意的林曼曼。林西西，好久不见啊！柳妹笑得一脸阴险，林西西也笑了，笑得天真无邪。阿姨你好，你是来找我玩的吗？柳妹一愣，随即笑得更开心了。对啊，阿姨带你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好不好？好呀好呀。林西西拍着手，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林曼曼在一旁看着，眼中闪过一丝恶毒。林西西，今天就是你的死期。管家有些不放心地看着柳妹。柳夫人，老爷子吩咐过，不能让小姐随便跟外人走。柳妹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扔给管家，看清楚了，这是你们林总签的字，同意我带林西西去做个检查。文件上赫然是林雨的亲笔签名。管家脸色一变，不敢再阻拦。林西西心中冷笑，林雨，又是你，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了。林西西乖巧地跟着柳妹上了车，车子一路疾驰，最后停在了一栋废弃的工厂外。柳妹把林西西从车上拽下来，脸上的笑容变得狰狞。小贱人，没想到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她话音刚落，工厂里就走出来10几个手持棍棒的壮汉。林曼曼也从车上下来，幸灾乐祸地看着林西西。姐姐，你别怪我，要怪就怪你不该回林家，不该抢走我的一切。说完，她就坐车走了。林西西看着他们，突然笑了。你们就这么确定今天死的人会是我？柳妹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死到临头了还嘴硬，给我上，把他给我往死里打！壮汉们狞笑着围了上来。林西西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在第一个壮汉的棍子即将落到他头上时，吼一声惊天动地的虎啸响起，一只斑斓猛虎从天而降，直接将那名壮汉扑倒在地。锋利的爪子瞬间划破了他的喉咙，紧接着四面八方涌出无数的动物，狼群、熊、毒蛇，甚至还有一群乌鸦。他们将柳妹和那群壮汉团团围住，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壮汉们吓得腿都软了，手里的棍子掉了一地。柳妹更是吓得面无人色，瘫坐在地上屎尿齐流。怎么会这样？柳妹声音颤抖。林西西走到她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她，眼神冰冷的不带一丝温度。柳妹，我父亲柳承安是你杀的吧？柳妹瞳孔骤然一缩。你怎么会知道？我不仅知道这个，我还知道我母亲秦婉是被秦家逼死的，我还知道我上一世的车祸也是你们柳家干的。林西西每说一句，柳妹的脸色就白一分。你到底是谁？我是来向你们索命的恶鬼。林西西说完不再看他，只是对身边的动物们挥了挥手。林西西转过身，一步步走出这片
片人间地狱，身后是血与火的盛宴。解决完柳妹，林西西并没有停下脚步，她要去秦家，为她那从未谋面的母亲讨一个公道。秦家庄园戒备森严，但对于拥有非人类宠爱技能的林西西来说，形同虚设。一群老鼠帮她咬断了监控线路，几只猫引开了巡逻的保镖，她如入无人之境，轻而易举地来到了秦家家主，也就是她外公秦正雄的书房。秦正雄正在处理文件，突然感觉到一股寒意，他猛地抬起头，就看到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正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笑盈盈地看着他。你是谁？怎么进来的？秦正雄厉声喝道：“外公，别来无恙啊！”林西西轻声开口。秦正雄浑身一震，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是婉儿的？没错，我就是你那个被你亲手抛弃的外孙女。林西西的笑容依旧甜美，眼神却冷得像淬了毒的冰。我母亲是你逼死的吧？秦正雄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为了所谓的家族颜面，你逼死自己的亲生女儿，抛弃自己的亲外孙女。秦正雄，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我没有，我只是想让婉儿回来。回来，继续当你们秦家联姻的工具吗？林西西冷笑一声：“你这种人根本不配为人父。”他从椅子上跳下来，一步步走向秦正雄。今天我就要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林西西将一叠资料扔在他面前：“偷税漏税、官商勾结、草菅人命，秦正雄这些罪名够你在牢里待一辈子了。”警笛声由远及近，秦正雄看着眼前这个如同魔鬼般的小女孩，终于崩溃了。他瘫倒在地，老泪纵横。报应都是报应。林西西看着他，眼中没有丝毫怜悯，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当林西西走出秦家庄园时，身后已是一片火海。林毅和林轩的车早已等在外面。西西，林毅冲过来，一把将她抱进怀里。你没事吧？林西西摇了摇头。哥，我们回家。林氏集团总裁办公室里气氛凝重，林宇看着电脑屏幕上关于秦家和柳家覆灭的新闻，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切竟然是那个他一直看不起的妹妹做的。大哥，你现在知道错了吗？林毅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林宇转过身，看着自己的两个弟弟和被他们护在中间的林西西，神情复杂。我只是不希望林家卷入这些是非。是非？林西西冷笑。如果今天被绑架的是你，被算计的是你，你还会觉得这是是非吗？林宇，你为了一个冒牌货签下文件，把我妹妹送到仇人手里，你配当大哥吗？林毅怒声道。林轩也跟着说：“大哥，你太让我们失望了。”林宇被说得哑口无言，脸上满是愧疚。对不起，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只希望你记住，从今以后，我林西西才是这个家的人。至于林曼曼，她也该为她做过的事付出代价了。此时的林家别墅里，林曼曼正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她等来的却不是柳妹的捷报，而是林西西和她3个哥哥。你怎么回来了？林曼曼脸色煞白。不然呢？你以为我死了？林西西一步步逼近她。林曼曼，你勾结外人，谋害亲姐，你可知罪？我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林曼曼拼命摇头。是吗？林西西拿出一个录音笔，按下了播放键，里面传出的正是她和柳妹在车上商量如何弄死林西西的对话。林曼曼瞬间瘫软在地，林父林母也从楼上下来，听到录音内容，同样是满脸震惊。曼曼，这是真的吗？林母不敢相信。不是的，是他陷害我，是林西西陷害我。林曼曼歇斯底里的尖叫。够了！林父一声怒喝。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他看着这个自己疼爱了10几年的女儿，眼中满是失望和痛心。来人，把她送回她亲生父母那里去。从此以后，她跟我们林家再无任何关系。林曼曼的亲生父母是一对好吃懒做、嗜赌成性的无赖，把她送回去比杀了她还难受。吴爸爸，我不要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林曼曼抱着林父的大腿，哭得撕心裂肺。但这一次再也没有人心软，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一场风波终于尘埃落定，林家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林父林母因为对林西西心怀愧疚，对她百般讨好。林宇也彻底悔悟，成了继林毅之后的又一个宠妹狂魔。林轩更是成了林西西的头号小跟班。林西西终于过上了她梦寐以求的生活，每天被3个哥哥和一个爷爷宠着，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负责可爱和享受。这天在林毅的别墅里，林西西躺在沙发上，一边吃着薯片一边看着电视。林毅坐在地毯上任劳任怨的给她包着葡萄。帅，我们家西西最帅了。林轩拿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走过来。西西吃点水果，别总吃垃圾食品。林宇从书房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平板。西西，这是我给你挑的几所小学，你看看喜欢哪个？林西西哀嚎一声，把头埋进了抱枕里。我不想上学。